想吃肉。亲娘说，我爹是暗王，全京城最有钱的残废，他现在不想活了，我去了正好给他送终，然后继承亿万家产。王爷，万万不可呀！您若去了，这安王府可怎么办？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刚认亲就能吃席。慢着！哪儿来的脏东西，像个泥猴子！谁家的野种，扔出去，杀了！爹，你这就是外行啦！爹，这孩子叫王爷，爹，还叫王爷怎么上吊？你说什么？唉，特意留的，捆野狗专用，摩擦力老大了。用这个粗糙，摩擦力大，挂上去咔嚓一下，脖子就断了，一点痛苦都没有。爹，你要是不方便，我帮你系。我这人别的不会，打死劫最在行了。哪里冒出来的讨债鬼？继承遗产的关键时刻，可不能掉链子。那个，爹啊，你都要走了，那块玉佩能不能先给我啊？还有那个，看着都挺值钱的。对了，房契地契在哪儿？密码哦不，库房钥匙在谁那儿？您放心去吧，每逢初一15，我会给您烧纸的，肯定让您在下面也是首富。王爷，这血积压3年的玉血，竟被这娃娃气出来了。想继承本王的遗产，你也配？爹，你没死啊？可惜了，这么多血吐出来不也是浪费吗？要不我去拿个碗接着，这血能做毛血刀不？掐死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圣旨到！陛下急召安王进宫，这就是小郡主吧？陛下说了，要把小郡主也带上。陛下，那就是爷爷喽。听起来是个比爹更大的大腿。好，很好。进宫是吧？那就让皇帝看看这个孙女是个什么德行。连这车帘上的流苏都是珍珠穿的，爹真肥呀，一定要把它熬死。再看，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。爹，我是怕这珍珠掉了，帮您看着呢。扔在这自生自灭。想甩掉我，没门儿！这可是进宫面圣、认证身份、锁定遗产求成权的关键时刻。爹，等等我！爹，你别丢下糖糖！
那个坐轮椅的冷面王爷跑得飞快，后面跟着个泥猴子似的小团子。3年了，自从那次大战断腿后，朕这个最骄傲的儿子就废了，一心求死，谁也不见。今天居然为了一个孩子进宫。王爷爷，这就是朕的孙女。地板都是金的，皇宫果然更富。王爷爷，您快救救爹爹吧！爹爹他太苦了。这死丫头又要做什么妖？爹爹穷啊，府里都没米下锅了。刚才在家里，爹爹饿得都要上吊了。他说只有死了才能省下口粮给我吃。什么？胡说八道！本王何时？爹，你别瞒着了。皇爷爷，您看，这是爹爹上吊用的绳子，我都给拿来了。爹爹说，王府的钱都被坏人骗走了，他活着也是拖累。糖糖不想爹死，糖糖宁愿饿肚子，也不要爹死。毕竟爹要是真把钱败光了，我继承个屁呀！残疾王爷被刁奴欺压，心灰意冷，为了女儿省口粮，悲情大喜。混账！堂堂安王府竟然被欺负到这个份上，内务府那帮奴才都该死！父皇，儿臣没闭嘴！朕知道你傲气，不肯说。好孩子，苦了你了，这么小就知道心疼你爹。皇爷爷，糖糖不苦，只要爹有钱吃饭，糖糖吃土都行。来人，上安王府黄金1万两，赐御膳100道，把那些克扣安王府用度的奴才全给朕杖毙。黄金1万两，发财了！这波卖财血赚，谢谢皇爷爷！皇爷爷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一个大孝女，这哪里是来认亲的，这分明是来通过气死我，好直接继承遗产的。好啊！皇上，永王求见，说是安王府流落在外的小郡主找到了，正带在身边呢。哦吼，那个假千金，我的好姨母苏妹，带着冒牌货来了。安王府的小郡主找到了。皇爷爷，有人来找糖糖吗？参见父皇。灵儿，快叫皇爷爷。皇爷爷，灵儿好想你呀。这怎么又来一个？哎呀，这哪里来的小乞丐？怎么能在御书房这种地方？好臭啊！陛下，这脏东西别冲撞了龙体。三弟，你这是从哪儿捡来的野丫头？居然带到父皇面前，也不怕丢人现眼？等这个无法无天的大小女被人按在地上摩擦，看她还怎么样。姨母，你这记性不行啊！我是苏小棠，我娘是你亲姐姐苏映雪。当初不是你把我扔到乱葬岗的吗？陛下明察，这黄毛丫头信口雌黄，灵儿才是安王的亲生骨肉，我有姐姐留下的信物为证。那是我当年给映雪的定情信物。你是野种，我是郡主，你滚开！敢推我！我是只想搞钱的苏小棠，不是任人欺负的软柿子。让你推我！这一身行头都是偷我家的钱买的吧？还给我！这是我的
的，都是我的！小脸放肆！哪里来的野丫头敢打本王的侄女？来人，把她拉下去打死！完了，这次玩大了！这眼神是那个杀得敌国档案的战神，他不是废了吗？本王还没死，什么时候安王府的人轮到你们来管教了？虽然是个残废，虽然脾气又臭又硬，但这会儿好像还挺帅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那块玉佩也是你的遗产，不抢回来等着过年。好嘞，爹！嗷！这死气沉沉的安王府，终于有点活人气了。虽然这活人气稍微有点费钱，爹说了，这是我的遗产，都是我的。陛下，姐姐临走前把那枚玉佩交给我，千叮万嘱，这是安王当年赠予她的定情信物，里面藏着姐姐亲手写的绝美情诗，设有极为精妙的机关。哦，姐姐说过，这机关只有至亲至爱才能凭直觉打开，若是这野丫头打不开，便足以证明她是冒牌货。父皇，三弟妹当年也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她留下的机关定是风雅至极。这野丫头一身市井俗气，只知道要钱，怕是连这玉佩的边儿都摸不透。情诗，我怎么不记得当年给那个女人玉佩时，她有半点深情的样子？只记得她当时看了一眼玉佩，嫌弃不是纯金的。切！姨母，你是不是那些酸掉牙的言情画匾看多了，脑子里全是浆糊？住口！这是你娘对王爷的一片深情。深情个头！我娘说过，这世上最动听的情话只有一句，钱已到账。至于什么情诗，那玩意儿能吃吗？能换大肘子吗？放肆！大殿之上，岂容你满口铜臭？皇爷爷，我试试。要是我打不开刚才夺的金锁、金钗，还有这安王府的继承权，我都不要了。哦，若是打开了呢？那我就要姨母身上那件云锦料子的衣服，那料子这得值50两银子呢，扒下来给我做抹布正好。好，你要是能打开，别说衣服，脑袋给你当球踢都行。我要你的头干嘛？又不值钱。发财发财，招财进宝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开！荒唐，简直是！不可能！怎么可能是这种开法？怎么不可能？我娘说了，这叫见钱眼开机关术，只有心怀抱负梦想的人，手速才能达到开启的频率。姨母，看来你还是不够贪啊！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来，皇爷爷，请您过目，看看这绝美的情诗写得感人不感人？莫寒啊，这确实是你的笔记吧？朕记得你当年的字就是这么风骨峭伐。除了那个掉进钱眼里的苏映雪，这世上绝无第二个人能干出这种事，身份确实无疑了。但这该死的羞耻感是怎么回事？爹，
娘不在了，按照大钱律，我就是第1顺位继承人，父债子偿，不对，父债女收。爹，这都4年了，年复1年，怎么也得2万两了吧？您是现借还是打欠条？那纸条上的日期正是姐姐失踪前夕，这不仅证明了苏小棠的身份，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抽得我那一套深情论粉碎。什么情诗，什么唯美，原来在姐姐眼里，安王就是个欠钱的大冤主。来人，把这2个欺君侮上、混淆皇室血脉的蠢货插出去。是。陛下饶命，王爷饶命啊！行了，既然误会解开，莫寒，你就带着你的债主回府吧。至于那2万两黄金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朕虽然有钱，但这毕竟是你的青春损失费嘛。莫寒，你就带着你的债主回府吧。至于那2万两黄金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朕虽然有钱，但这毕竟是你的青春损失费嘛。爹，等等我，咱们回家算账去。爹，是要现在还钱吗？其实我不挑的，银票也行。想继承遗产？想要那1万两黄金？想，那是我的血汗钱。好，安王府不养闲人，更不养文盲。明天卯时，送你去国子监读书。啥？考不到甲等第1，这张欠条作废；考不到前3，没收所有零食。要是敢逃学，本王就用那根绳子把你吊在王府门口当晴天娃娃。救命！我是来继承遗产当公主的，不是来考清华的。爹，我觉得还可以再商量一下，爹。虽然没死成，但这日子似乎也没那么爹，御膳呢？王爷爷不是赏了100道菜吗？怎么连个响都没有？御膳房送来至少要1个时辰。至于府里，厨房连老鼠都饿死了，你想吃空气？老奴见过王爷。哟，这就是小郡主吧？刚才听门房说了，小郡主想用膳。唉，王爷明鉴啊，非是老奴不尽力。这几个月，王爷治腿的花销如流水，府中账面上早就空了。别说府膳，就是这晚上的糙米粥，还得去隔壁借米呢。借米？借米？管家伯伯，你这肚子圆的能塞下个西瓜，也是喝粥喝出来的？一个3岁的野丫头懂什么？郡主这是什么话？老奴这是为了王府操劳过度，浮肿。既然郡主不信，来人！这是王府近3年的开支行系。小郡主若是觉得老奴贪墨，尽管查。若是能在这账里查出1两银子的余钱，老奴把脑袋拧下来给您当凳子坐。这账本做的滴水不漏，连户部的老会计来了都得挠头，更别说这字儿都不识几个的小娃娃了。倒要看看这视财如命的小丫头，面对这如山的假账，是哭还是闹？爹，这人是不是傻？我才3岁，让我看账本，这不虐待儿童吗？我不看。小郡主既然看不懂，那就别怪老奴无能为力了。今晚只有冷水馒头，爱吃不吃。慢着，
我是看不懂账本，但我鼻子灵啊。你身上有巨珐楼脆皮烧鹅的味道，还是刚出炉不到半个时辰的，还有这酒味儿。10年陈的女儿红掺了点桂花蜜，只有城南醉仙芝才这么卖，5两银子一壶呢。这野丫头属狗的吧？你说王府没钱买米，你自己却吃香喝辣，这说明什么？几位叔叔，皇爷爷说了，这王府是我的遗产，现在有人偷我的钱，那是欺君之罪吧？郡主此言当真？当真，简直比真金还真。那个屋里查账怎么说来着？对，抄家，给我搜他的身，搜他的房。你敢？我是王府的大管家，是王爷的乳母举荐的人，没有王爷的命令，谁敢动我？动手！除了是我担着，我就不信了，在这个家里还有比我这个寨主更大的。动手！除了是我担着，我就不信了，在这个家里还有比我这个寨主更大的。搜！哇，好多宝贝呀！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哇，这玉佩比我爹那块还好。冤枉啊！那是老奴的提己钱，王爷救命啊！天哪，管家伯伯，你这哪里是管家啊？你这是把王府搬到你房里来了吧？你这日子过得比我爹体面多了。搬出去，全都搬出去！箱子呢？快拿箱子来！怎么？这就是你要继承的遗产？见者有份嘛，爹拿着。这是赃款，不对，这是精神损失费。这老东西吃你的喝你的，还敢拿账本砸我，咱们把他宰了过年吧。第一次有人给我钱，以往那些人要么想骗权，要么想夺命。只有这个女儿，虽然满口遗产，却在夺钱的第一时间分了我一半。王福，本王连药都喝不起的时候，你在吃烧鹅？王爷饶命，老奴只是一时糊涂。多亏姨娘提点，已将安王府库房搬空，只待王爷归西便可。咦，爹，这姨娘是谁啊？是不是那个坏女人苏妹？多亏姨娘提点，已将安王府库房搬空，只待王爷归西便可。咦，爹，这姨娘是谁啊？是不是那个坏女人苏妹？通敌卖主，这是死罪。不仅是贪财，这是把我当傻子耍，当猪宰。拖下去，杖毙，把他的家产全部冲入库房。爹，是入我的库房，你那份刚才已经给你了，不能反悔。随你。好，这个看起来只会撒娇卖萌要遗产的小郡主，才是这王府里最不能惹的主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抄家果然是致富的最快途径。照这个速度，把王府里那些吃里扒外的蛀虫全抄一遍，我是不是就能提前拿到遗产啦？这里就是安王府，如此乌烟瘴气，成何体统？老夫乃国子监祭酒，奉陛下之命，特来考教小郡主的学问，
既然小郡主精力如此旺盛，那便现在开始吧。若是不通文墨，明日去了国子监也是丢人现眼。比讨债更可怕的东西，补课老师上门了！爹，我现在把钱还给那个死胖子，让他活过来帮我上学，行不行？不行，钱货两定，概不退换。爹，我现在把钱还给那个死胖子，让他活过来帮我上学，行不行？不行，钱货两定，概不退换。有辱斯文，简直有辱斯文！王爷，此女满身铜咒，目无尊长，若是入了国子监，岂不是要坏了那一池圣贤水的清气？老夫绝不同意。老头，你吵到我的钱睡觉了。你听听，你听听。你还真的想缩藏？爹，把这老头插出去吧，我在数金子呢，他挡着我光了。祭酒大人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安王府虽不复往日荣光，但也不能送个草包去国子监丢人。谁草包？我那是大智若愚。是吗？既然你说自己不傻，那总该识数吧。若是连基本的算学都不通，这1万两黄金你也算不明白，放在你手里也是浪费，不如充公。哼！你想得美！出题，现在就出！算错一个铜板，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！好个狂妄的黄口小儿！既然你不知天高地厚，那老夫便考考你。听好了，大前北境有驻军10万，需从京城运粮，路途3000里，征发民夫5万，每名民夫负重6斗，每日耗粮2升，大军每日耗粮2000担。若要保证大军1月之粮，除去路上损耗与民夫反常口粮，运抵边关时，实需从京城发粮几何。这哪里是考校一个3岁稚童，这分明是科举算学科的加轴大题，甚至涉及统筹与损耗，稍有不慎便是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这老东西下手挺狠。等等，民夫也是人，回城不给饭吃吗？还有，这粮草是精米还是糙米？折损率按多少算？还有中间商吃回扣吗？那个死胖子管家以前这种事儿没少干，这得算进成本里啊。按旧例，无回扣，精米速算。哦，那就是理想状态下的模型喽，真不严谨。来人，去算出来。不用那破棍子，太慢。5525 6848，民夫损耗做分5，总成做分子积分。不对，这里用不上积分，直接套公式。实需发粮64万3200担又5斗。这怎么可能？若按现在京城市价，1袋精米1两3文银子，折合白银83万6160两，而且这个运输方案亏大了，简直是败家子！胡言乱语，何来败家一说？笨啊！3000里的路你用人背，民夫吃的比背的还多，为什么不征用牛车？1辆牛车能拉10担，耗粮只有民夫的1半。换成牛车还能再省10万2千两白银。啊！笨啊！3000里的路你用人背，民夫吃的比背的还多，为什么不征用牛车？1辆牛车能拉10担，耗粮只有民夫的1半。换成牛车还能再省10万2千两白银。啊！不可能！待老夫算来。你定是蒙的。去搬吧，都搬我屋里。64万3200担，有5斗，丝毫不差。
连那个零头都对上了，怎么可能心算时息？这简直是妖孽！老头儿，你这也太慢了吧！要是等你算出来，前线的战士早就饿成肉干了。就你这业务能力，怎么帮我皇爷爷管国子监？要是国库让你管，岂不是年年亏空？你羞愤、震惊、自我怀疑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祭酒大人，看来本王的女儿虽然不通文墨，但在爱才这件事上确实天赋异禀。这算学一科还需要修习吗？王爷，此女虽有小聪，但毫无德行，更需入国子监严加管教。切，玩不起。爹，怎么样？没给你丢人吧？那万两黄金是不是可以归我啦？贪财、聪明、不要脸，还真是像极了那个人。不错，耶！既然算账算得这么清楚，那正好，明日去国子监，除了读书，顺便把这些账都给本王收回来。收不回来，你就别想吃饭。对了，不仅要收本金，利息也得按你刚才心算的标准来。爹，您放心，这活儿我熟。咱们亲父女明算账，55分。19。爹，你也太黑了吧！那是本王的本金。哼，那是我凭本事要回来的。苏小棠正等你的名单，却不稀罕。28。啊，46。成交。明天开始，京城那些纨绔子弟要倒大霉了。读书？不存在的，我是来上班的。那是谁家的？安王府的吧？你看那破马车，那个3岁的野丫头，安王疯了吧？送她来国子监。站住！哟，这不是昨天在御书房撒泼打滚的小叫花子吗？殿下，这就是那个把安王气吐血的野丫头。你看她背个算盘，是打算去账房当丫鬟吗？国子监是读书圣地，不是要饭的地方。想进去，行啊，钻过去。若是钻得好看，本王这只金甲大将军赏你根鸡毛当头饰。安王废了3年，安王府早就是京城的笑话。欺负一个没娘疼、爹又不靠谱的野丫头，谁会有心理负担？这鸡真肥，这腿真壮，红烧一定很香，炖汤更是大补。你看什么看？再看，本王让大将军揪烂你的脸！我在看钱。萧元启，你还有脸玩鸡？萧元启，你还有脸玩鸡？这丫头疯了，敢直呼皇长三名讳！放肆！你个野丫头敢直呼本王大名！来人，把她拽下来打死！谁敢？宣和3年5月，你借安王府本金3000两，用于地下斗鸡场翻本，说是借，其实是偷拿了我爹的印章去钱庄支的。那时候我爹刚断腿，
躺在床上动弹不得，你就去偷他的印章，这笔账你逾期2年了。什么啊？皇长孙偷拿安王的印章，3000两。那时候安王不是刚受重伤吗？这也太……还有这种事啊！还有这种事啊！看不出来啊！这种陈年旧账怎么会被翻出来？你胡说八道！本王堂堂皇长孙会缺那3000两银子？证据呢？没证据就是诋毁皇族。要证据是吧？9出13鬼，年复1年，加上逾期麻息、通货膨胀费、精神损失费、跑腿费以及我现在的误工费，一共是18432两银子。抹个零头，给18500两就行。抹零头是往上抹的吗？你这是超高贷，大钱律法不认。哼，超高贷。这可是昨晚孔方正、孔祭酒亲自换算的算法，我爹盖了章，皇爷爷都知道这本账的存在。你要是不服，现在就把孔祭酒叫出来，咱们当面对质。听说昨天这野丫头在御书房把皇爷爷哄得团团转，万一是真的，要是让父王知道自己2年前干的混账事，非打断我的腿不可。我现在没带那么多钱，改天还你。这是承认了，这是承认了。我爹说了，概不删账。没钱还债，那就肉偿吧。没钱还债，那就肉偿吧。干什么？我的大将军，我的大将军，这可是本王花了1000两买的西域神鸡，也就4斤重，肉质有点老。算了，抵你100两利息，剩下的咱们慢慢算。下一个是谁？礼部尚书家的李公子。听说你拿我爹的寒江毒疗图去抵了赌债，户部侍郎家的小儿子。你上个月是不是偷喝了我爹埋在树下的女儿红？快跑！这煞星有点名，这哪是郡主啊？这是阎王爷派来的讨债鬼吧？我欠安王的2两银子不会也被记上了吧？我的大将军，我的面子全没了！哼，一群穷汉！让开！又来一个找茬的权贵。这长相，这气质，还有这标志性的落魄，居然能混得这么惨！好狗不挡道。我看到的不是一个落魄少年，而是一个拥有无限增值潜力的超级绩优股，还是免费的。哥哥，你长得好像那个帮我数钱的账房师傅呀，跟我混吧，包吃包住，这只公鸡给你补身子。这安王府的人都是疯子吗？拿着，这叫安家费。这只鸡的价钱够买我这条贱命100次。我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杂役，他给我这个做什么？走啊，愣着干嘛？第一天上工就想偷懒？
这不是安王府那个野丫头吗？居然真敢来，还带着个扫地的。怎么，安王府连个像样的书童都顾不起了，要在路边捡叫花子？你们看他怀里抱的什么鸡？国子监明伦堂带只鸡进来，真是臭不可闻。这种眼神太熟悉了。躲什么？账房要有账房的底气，给我挺直腰板。安静！孔记主特意交代过，绝不能让这满身铜皱的野丫头在国子监好过。国子监乃清修进学之地，岂容污言秽语？既然新来了同窗，规矩不可废。苏小棠，老夫且考考你的底子。盐铁赋开篇即言国之重力，你将论确言之法这一段背诵一遍，若错一字，戒齿10下；背不出，便滚去院中罚站1整日。盐铁赋那玩意儿晦涩难懂，涉及到极其复杂的国家赋税、关卡折损。别说一个3岁的女童，就是在座的这些10岁少年，能同顺读下来的也没几个。这摆明了是往死里刁难。夫子，这杂役手脚不干净。皇长孙殿下今早刚丢了价值1000金的金甲大将军，转眼就落到了他手里。国子监岂能容忍盗贼？学生请命，立刻将这手脚不干净的下贱胚子乱棍打死。原来是个贼！安王府这是什么眼光？捡个贼当书童？打死他，免得脏了咱们的眼！不知道萧元体的斗鸡是怎么来的，这是那丫头抢的。但此刻所有的脏水和杀意都泼向了我，没有用的。我这种深如草芥的杂役，权贵们想碾死，连个理由都不需要。更何况现在人曾并祸，习惯了，只要打不死，就还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盐铁赋是吧？不就是算国库的进项吗？背多没意思，我给你算算账。荒谬！经典岂是算账？大钱盐铁官营，沿海主盐，1斤盐的本钱是3文，卖给百姓1斤20文，利润6倍。但这叫赚吗？不，沿途州县设卡36处，层层盘剥，过路费抽走30%，运抵京城，仓储漂没又报损2%，20文的盐，国库只能收进4文。若是开黑店，掌柜敢这么探我的本金，我早把他的腿打折了。这盐铁赋写的不是治国，写的是大钱这帮蛀虫的贪墨明细表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报出的折损率和过路费关卡数，竟然与户部上个月成帝内阁的密折分毫不差。这真的是3岁能懂的东西。背完了，接下来咱们算算另一笔账。赵德柱，户部侍郎赵光宗第3子，宣封4年9月，你在长乐坊赌钱输红了眼，找我安王府借了本金5000两。你胡说什么？赵德忠，户部侍郎赵光宗第3子，宣和4年9月，你在长乐坊赌钱输红了眼，找我安王府借了本金5000两。你胡说什么？还不承认？按照当初立下的契书，9出13回，逾期2年不还，连本带利，你现在欠我安王府8360两白银。你一个欠债不还的老赖，连自己兜里的窟窿都填不上，还敢在这里充大头蒜？竖起你们的耳朵听好了，他张不凡是我安王府重金聘请的首席账房先生，他每天经手的流水能把你们这些穷鬼砸死。他会去偷一只4斤重的破鸡，那鸡白送他炖汤他都嫌塞牙缝。赵德珠，你个老赖，不仅欠钱不还，还敢诬陷我的人，拿我的账房当枪使。现在立刻马上给本郡主跪下抵债。8000多两的巨款，要是被我爹知道，非扒了我的皮不好。安王府的印章白纸黑字盖在账本上，那是赖不掉的铁证。郡主饶命，那钱我还，别告诉我爹。堂堂户部侍郎之子，被一个3岁女娃用一张账单逼得当众下跪。那是赵德柱，他给一个杂役下跪。安王府那账本是个什么邪物？算盘一响就让人跪了。那是我13年的人生里从未见过的风景，没有讲什么大道理，没有用皇婿身份压人，他就用最世俗、最功利的借口把我从烂泥地里拉了出来。
并在我身上贴了一个安王府私有财产闲人名。我是长房啊！放肆！简直放肆！苏小棠，你敢在国子监逼迫同窗下跪，此等行径与市井泼皮何异？你不是自诩算账厉害吗？孔祭酒有令，半月之后便是国子监月考。你既然入了国子监，就必须下场。你若不能在算学和策论上堂堂正正赢过灵儿郡主，你就给老夫滚出国子院，并且交出你手里的那本腰杖，从此不得踏入长街半步。萧灵儿可是自幼请大儒启蒙的才女，苏小棠一个刚会数数的3岁孩童，怎么可能赢？这摆明了是要借此机会彻底废了安王府的翻盘资本。真的假的？这谁知道？张不凡，我们发财了！哥，这月考代考的生意你接不接？赢了，全京城的欠款，我的抽水再分你半成。哥，这月考代考的生意你接不接？赢了，全京城的欠款，我的抽水再分你半成。代考？他找个杂役代考？我看这安王府是真穷疯了，病急乱投医。习惯了，在这国子监里，我就像一只随时可以被碾死的蝼蚁。他居然想分我半成抽水，疯子！荒唐！滑天下之大稽，国子监月考乃是朝廷选拔栋梁的基石，你一个大字不识的下贱杂役，也敢妄图染指考卷，这是把孔氏人的脸面踩在泥里践踏。把那副漕运折损核算图挂出来，老夫今日就要让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看看什么是学问。是。苏小棠，这可是户部尚书去年亲自出的考题，别说他一个扫地的，就算是户部那些拨了半辈子算盘的老吏，看着这图也得算上整整3天。他要是能看懂这上面的一行字，本王今天就当着全堂的面倒立把这方砚台生吞下去！哈哈哈哈！安王府这次是把脸丢尽了，这杂役今日必死无疑。冲撞孔圣人，乱棍打死都是轻的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少废话，开盘口！我坐庄，压我哥解不出这破图的，1赔1；压我哥能解出的，1赔10，买定离手。有种的就拿钱砸我，别光动嘴皮子。白捡的钱，不要白不要。这野丫头是来散财的吧？慢走，本王压他是个废物，解不出，我压500两；解不出，我压1000两银票。我把这块玉扳指压上。他甚至都没有问过我一句，到底会不会算，就把后背交给了我。装模作样。他连算竹都不用，他写的这是什么算法？没有天干地支，直接列阵。解好了。一模一样，和户部尚书给出的标准答案分毫不差。怎么可能？瞎猫碰上死耗子。那种化繁为简的独创算法，不仅精确，而且将原本需要3天的珠算步骤缩短到了极致。不对，这图上的题出错了。什么？图卷第3行引用9章算术商工篇推扫梁船体积，但出题人显然连最基础的方教与圆臀的容量公式都背混了，将方教公式操用在圆底梁船上，导致漕运折损的基数硬生生少算了2成。连题目都错漏百出，也配拿出来考教学问？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脸面。真的写错了。户部尚书亲自出的题，居然连基础公式都套错了，
而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出来。哥哥威武，天神下凡，财神爷附体。承让承让，多谢各位老板打赏。这大清早的，诸位不仅来听课，还顺带扶贫，真是大善人啊！我的玉佩，我这个月的月银全没了。堂兄，图解出来了，你是打算红烧这方砚台，还是清蒸？你敢逼本王？怎么输不起？老赖！怎么输不起？老赖！一个下贱杂役，也敢用胡编乱造的算术蒙骗本王！来人，把这偷鸡又作弊的贼人拿下，乱棍打死！在国祖间，这群权贵解决我比踩扁一只蚂蚁还容易，但我不能退。哥，教他们，尽管打，打坏了我用利息给他们出药费。住手！狂妄小儿，胡乱涂鸦，竟敢妄言户部尚书的题卷有错！国子监乃圣贤之地，容不下这等狂悖之徒，打折手脚，扔进诏狱。就是。一个扫地的懂什么九章算术，肯定是瞎猫碰死耗子蒙的。打折他！这等杂役活着也是浪费米粮。皇爷爷，救命啊！有人要抢你的钱啦！拜见吾皇万岁！陛下怎么会微服出巡？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？皇爷爷，他们赖账不还钱，还骂我是要饭的，不仅说我姓双的张方先生是贼，还要把他打死。您的孙子说好了要生吞燕板，现在也不吞了，他欺君。皇爷爷，他们赖账不还钱，还骂我是要饭的，不仅说我姓双的张方先生是贼，还要把他打死。您的孙子说好了要生吞燕板，现在也不吞了，他欺君。袁启，你要打死谁？皇爷爷明鉴，是这不是小郡主伙同一个谏议作弊，辱骂夫子，污蔑朝廷命官出的考卷。孙儿只是维护国子监清誉。精妙绝伦，旷世奇才。洪继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如此浅显的算法谬误，旁人一眼便能识破，你却浑然不觉。户部重臣耗时整日，竟不如一位布衣用心，尔等实在失职。愿赌服输，既然输了，那方砚台你便亲自擦拭干净，若有半点怠慢，严惩不贷。皇爷爷，天，我乃皇长孙，我乃皇长孙。拿着，刚才说好的，分你半成。从今往后，我的命便是他的。不对，这等常用的仓储折损公式，就算是户部刚入职的书工也不会弄错。臣不知，30个劳力齐算，不可能看不出这个错漏。这绝非算错，将原屯按方教计算，基数便凭空多出2成，这是借损耗之名私吞北境大军的军饷粮草。
贪墨军饷乃是株连九族的大罪，绝非寻常争论。黄爷爷，那个，既然我哥帮您查出了这么大的贪腐案，挽回了上百万两的损失，这追回的赃款，您看能不能按10%给我结一下反贪奖金？反贪奖金？朕的国库都被这群蛀虫搬空了，你还敢来薅朕的羊毛？想要钱，自己去抄，持朕金牌令箭，龙良卫任你调遣，给朕把户部查个底朝天。查出来的赃款，朕分你1成。诸位，新鲜出炉的免死金牌，开过光的，摸一下10两银子，包年98折。要不要沾沾喜气，保佑你们老爹不被抄家？陆叔叔，搞快点，去晚了赵老头该把金子融成尿壶了。小郡主，他在销毁账册，这气味是宣纸与墨燃烧的味道。哼，此地无银300两。陆叔叔，开门，文明点儿，别把门板踹裂了，那可都是我的遗产，不对，是我的奖金。圣上误我，圣上误我呀！老夫呕心沥血整理户部历年弊端，正欲上奏，不料老徒昏聩，竟走水烧了书房。老夫正痛心疾首，尔等竟持兵戈入室，是要羞辱这一门清廉吗？小郡主，库房里除了几袋糙米和2捆柴火，1两银子都没搜出来，地窖也空了。这老狐狸早有防备，若是搜不到实证，明早文官的唾沫星子能把安王府淹了。一群毛头小子跟老夫斗，我早把家产转移干净了。好个黄毛丫头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！你要抄家？好啊，老夫今日便撞死在这石柱上，看天下读书人如何口诛笔伐你那个残废爹！老头儿，演过头了。哼，哥，别管那些了，请你帮这位大人好好算一算这尚书府的耗费明细。大前正一品官员，岁俸10080两。赵大人入朝30载，不吃不喝，合计30万两钱银。正堂立柱，外是普通漆料，内里实为珍稀金丝楠木，一根市价25000两。此处共有12根，共计30万两。这院里的假山石看似寻常，实则是江南特供的太湖奇石，一石运费1两银。这片石阵光运费便要6万两。天啊！这赵府金丝楠木做柱子，还说没钱，这一根柱子够咱们全城吃1年肉了。乖乖，那是祖上余荫，先祖随先帝征战，这乃是朝廷赏赐。你们无凭无据，怎能私闯民宅？要证据是吧？要证据是吧？陆叔叔，这种空心墙一般怎么开？空心墙？你想干什么？这是老夫的祖宅，你敢动我一砖一瓦，老夫就……我就拆，我就拆！发财了！心理素质真差，陆叔叔还愣着干嘛？拿秤，拿箱子，快去！快把我的奖金装起来！贪官死有余辜！抄得好，安王府小郡主是活阎王。
么沉，一定是压箱底的大宝石。别动！从未见过张不凡这种表情。这个赵光宗不仅仅是贪官，他还是3年前那场几乎埋葬了我爹，让安王府坠入地狱的投敌帮凶。这个赵光宗，他还是3年前那场几乎埋葬了我爹，让安王府坠入地狱的投敌帮凶。启禀王爷，据探子来报，小郡主砸了户部尚书府的正堂，砸出了5万两金砖。赵光宗吐血昏迷。好，好得很。本王还没死，他就急着去国子监开盘口，抄朝廷正一品大员的家。这大孝女，真当满朝文武是纸糊的？备好家法，等他滚回来，本王今日非打折他的腿。爹，别装死了，我把你将家产输给永王的欠条找着了，赶紧的，把你剩下的私房钱都过户给我，完了这宅子就要抵债了。小郡主疯了！王爷本就在气头上，他不仅不知错，还敢当面咒王爷破产死绝，这简直是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跳舞！混账东西！本王今天非抽你不可！跪下！少吓唬人！3年前，10万北境铁骑全军覆没，我的双腿也被敌军的马蹄应声踩断。我找了3年的真相，此刻就在这张羊皮纸上。原来不是敌军狡诈，而是我的好兄弟永王萧玄联手户部尚书，将我推路的粮草和伏击点尽数卖给了外敌。国仇家恨，10万亡魂的惨叫在耳边凄厉回响，如岩浆般炽热的悲愤在疯狂撕咬。看清没？这烂摊子本宝宝可不继承，赶紧立遗嘱，钱归我，债你背，咱们父女明算账。你放心去，明年的今天我会多给你烧2个纸糊的大元宝的。本王不死，轮不到你这逆女尽孝！看清没？这烂摊子本宝宝可不继承，赶紧立遗嘱，钱归我，债你背，咱们父女明算账。你放心去，明年的今天我会多给你烧2个纸糊的大元宝的。王爷归天了！这么不争气，遗产是不是可以直接交接了？让王爷整整3年，连太医院院主都束手无犯的经脉死结，竟被小郡主气出的这口郁结毒血，连带着破防的绝顶怒气，硬生生冲开了。哇哦，爹，你诈尸了！哇哦，爹，你诈尸了！你内力这么高，去天桥底下表演胸口碎大鼠，一天能赚多少钱？55分账干不干？废了3年的腿，有知觉了。想分账？哼，好，本王就先用仇人的血给你筑一座金山。
王爷，立刻封锁城门，调集所有私兵，拿本王虎符去京郊大营调兵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今夜踏平安王府。外面的叛军兄弟听着，你们已经被我一个人包围了。现在办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超级套餐，只要9980，包你们人头不落地哦！支持银票地契当场结算。破门！拿下那废物妇女2人，寻出布防图，即刻销毁，一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！兵部虎符，萧莫寒，你个缩头乌龟，死到临头，居然只敢让这3岁的野丫头出来挡箭！本王今日就让你的遗产没人继承！爹，永王说你的棺材本只配给他当擦脚布，他还要抢我刚赚回来的金砖，你管不管啊？你的腿，你居然站起来了，这绝不可能！你杀了他，给本王乱刀砍死他！本王站起来，就是为了给我女儿筑金山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末将参见战神。参见战神。大势已去。各位叔伯，造反未遂也重罪哦，免死金牌摸一次1万两，看在我爹的面子上打个8折，支持嫡系抵押和分期付款哦，手快有手慢无啊！前面那位小胡子叔叔，我看你印头发黑，必须摸2下转运。这是刚才那个差点被射成筛子的小郡主，他怎么在卖免死金牌？我跪在这里是认主归宗，还是来逛庙会的？苏小棠，给本王滚回来！王爷且慢，末将今夜接到兵部调令前，在城郊截获此物。这是苏映雪当年失踪时贴身佩戴的玉镯。死士咽气前交代，若王爷站不起来，3日后便让您去断肠崖给王妃收尸。娘还活着，娘还活着。带小棠走。若本王3日后回不来，安王府地契和所有家产全归他。去啊，去送死啊！断肠崖底是本王为你精心准备的天罗地网，那里藏着本王还养的3000死士，外加整整10万斤黑火药。你那铜臭婆娘，此刻正被铁链吊在崖壁上吹冷风。只要你敢踏入断肠崖半步，
本王保证火药立刻引爆，让你们一家三口在阴曹地府整整齐齐的团聚。王爷不可！你双腿出狱，这分明是萧玄那狗贼的诱杀之举。大前不能没有战神，末将愿率死字营代王爷赴死。末将愿代王爷赴死。哭什么丧？我爹还没断气呢，揍谁破产呢？爹，你被这老登骗了。我娘当年为了换全聚德10只烤鸭，早就把真玉镯给当了。真玉镯上有一处被我亲口咬崩的缺口，那还是我用来试烤鸭硬度时崩掉的。这个滑不溜秋、做工粗糙的玩意儿，绝对是街头2文钱批发的地摊假货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是本王花了3000两银子找天下第一玉雕师仿。咦，这假货里面还密密麻麻刻着字呢，像个密码本。微雕暗记：断肠崖底地宫，存永王司库赤金100万两，绝版字画100箱，题款暗号天王盖地虎。好一个苏映雪，连跑路都不忘顺手设个局坑本王一把。好一个苏映雪，连跑路都不忘顺手设个局坑本王一把。传本王将令，全军听令，立刻去户部大牢，把所有用来装草料的麻袋全给本王抄出来，随本王去断肠崖。此字营听令，誓死追随王爷去断肠崖进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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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还是大前朝最精锐的那支无敌铁军吗？退后。这是我亲娘，她怎么比我还会拿？娘，你欠我的抚养费是不是该结一下了？苏映雪，老公，好久不见，你腿好了，恭喜恭喜啊！娘，见面礼呢？我可是你亲闺女。还愣着干嘛？爸，我娘虽然先到，但她欠我抚养费，她那份也是我的。等等，这是我先发现的，先到先得。娘，你这是偷！我可是拿着御赐金牌来抄家的，合法合规。王妃，这是安王府的麻袋，您装进去的金子算王府资产，按律夫妻共同财产，1人1半。张不凡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好小子，有前途，跟我混吧。我是郡主的丈夫。闺女，这人借我10两天。不行，他是我的。娘，欠我的抚养费，利息也得算上。1万、10万、100万，哥，10%的反贪提成，咱们能在京城买下整条长乐街，天天收租金。王妃，这是赃款。见者有份，你吃肉
竟连口汤都不分给我。本王的钱只留给自家人。我是一个快乐的小算盘。停！安王萧莫寒无照调动京郊大营，意图谋反，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御林军听令，放箭！安王站起来了，战神回来了！谋反你个头！本宝宝奉皇爷爷旨意，带兵合法进货，全都是正规手续，瞎了你的狗眼！一派胡言！寻常货物怎会动用3000重甲守卫？你们分明是趁夜搬空内库，赃物定然就在车上。嫌不够亮是吧，哥？开袋放货！这怎么可能？王妃，贪没本王军饷，可是要肉偿的。我捡的，这是地里长出来的。张不凡，记下来！老登当众非礼，破坏市容，罚款500两，从他私房钱里扣。张不凡，记下来！老登当众非礼，破坏市容，罚款500两，从他私房钱里扣。老登非礼王妃，扣银500两。永王司库抄完了，100万两赤金分文不少，10%的反贪抽成10万两黄金，现在结账概不赊欠。另外，我们在永王地方不仅发现了钱，还发现了这个国子监历年科举与月考的买题名单，上面有您的好儿媳苏妹，还有萧灵儿的名字。2万两银子买一套考题，真有钱啊！大胆！科举乃国之根本，这群蛀虫竟敢动摇大钱根基！陛下明鉴，灵儿自幼苦读，绝无作弊。这分明是安王府为了掩盖苏小棠月考必输的定局，故意伪造证据，栽赃陷害。一个3岁野丫头，也敢在圣上面前拿假名册构陷皇亲，罪该万死！我娘当年跳冰河救了我爹，你偷了他的玉佩冒领功劳，还顺走了他的钱袋子。这笔账今天当着皇爷爷的面，咱们好好算算。这笔账今天当着皇爷爷的面，咱们好好算算。好妹妹，3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会演。冰河里救人的是我，替王爷瞎读写的也是我。你偷了我的玉佩，偷了我的恩情，现在还偷考题，你可真是什么都偷啊！通敌叛国，私通北蛮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拿下！打入天牢，3次会审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10万两黄金，朕1分不少赏给你。皇爷爷万岁！万万岁！不过你们俩当众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罚款交到朕的司库。父皇，是他非礼我。皇爷爷，我作证，是老登先动手的，我已经罚过他500两了。罚过了，罚的哪边？朕这边还没收到呢，再交500两。老登2次非礼，扣银500。本王打了胜仗，抄了家产，救了媳妇儿，为什么最后欠了一屁股债？爹，认命吧，在我们家钱就是老大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安王府反贪成果展，欢迎参观，摸一下金砖，只要1两银子。朕这个孙女是把抄家当产业来做了。回陛下，郡主说这叫反贪产业化，全民监督制。现在开会，第1项议程：安王府财产清算及债务重组。念账。据统计，今日查抄永王司库及户部尚书府，共得赤金105万两，扣除上缴国库部分，小郡主抽成10万零5千两。我发现的地宫，那10万两算我名下，5千两零头给小唐买糖葫芦。驳回。娘，你刚才在城门口试图偷窃赃款，按安王府家规，
没收作案所得，并处以10倍罚金。你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少打感情牌，看看这是什么？羊脂白玉并蒂莲花镯1只死当，换烤鸭10只，烧鸡2只，弃书。你把爹给你的定情信物当了换烤鸭，这严重损害了安王府的品牌形象和爹的精神健康，精神损失费、信物折旧费加起来一共2万两黄金。从你以后的月例里扣，你现在是个富婆。王妃离家3年，毫无音讯，回来便想分家产，哪有这等便宜事？爹，你也别笑。啊！安王萧默寒3年代工不理家政，导致王府险些破产。伤残期间耗费汤药费9000两，加上今日在城门口当中非礼王妃2次，罚银1000两，合计欠郡主司库1万两。本王那是经脉受阻，并非伤残。至于城门口，那是本王在查验王妃是否夹带赃物。狡辩，态度恶劣，罪加一等。你的私房钱全部没收。本王没有私房钱。床板底下那个暗壳里的2000两银票我已经拿走了。本王没有私房钱。床板底下那个暗壳里的2000两银票我已经拿走了。好啦，财务问题清算完毕，安王府目前由我全资控股。哥，走，去后院地窖看咱们的新金子。现在没有外人了。苏映雪，这3年你到底去了哪里？苏妹冒领了你的救命之恩，在京城招摇过市，永王造反，断肠牙设伏。你既然活着，为何连个口信都不送回王府？你知不知道，本王这3年，那3年坐在轮椅上，被淤毒反噬，被丧妻之痛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日日夜夜。你以为我当年是故意跑的？ 3年前，冰河之中，我替你吸出寒毒，将你推上岸。就在我准备上岸时，岸边树林里冲出3名绝顶杀手，不是永王的人，他们的武功路数极其诡异阴毒。北蛮皇室禁卫，血狼卫。没错，那3个人招招毙命，我中了他们一刀。 借着冰河水流急，一路顺流而下，九死一生才逃过一劫。等我养好伤，潜回京城，苏妹已经成了你的救命恩人，风光无限。所以，你这3年一直潜伏在暗处查北蛮的暗桩。是，你以为永王造反只是他个人的野心，苏妹私通外敌只是为了虚荣，你错了。国子监，孔方正，我查到线索。 孔方正身边的心腹极有可能是血狼卫的高层，他们不仅在国子监内倒卖考题，甚至在暗中进行某种极其危险的渗透。苏妹被打入天牢，永王废了，北蛮的暗线断了2条，孔方正一定会狗急碰墙，尽快销毁国子监内的证据。所以，我们得赶在他动手之前拿到实证。国子监守卫森严，暗桩密布，直接带兵查抄。 只会打草惊蛇，让他们毁尸灭迹。苏小棠，明日的国子监月考，没有比一个3岁学童光明正大进入国子监，在考场上搅动风云更合适的掩护了。苏小棠，大半夜你不睡觉，翻什么窗户？哎呀，走正门多慢啊！万一你们谈完了分赃不均打起来怎么办？本宝宝的财产还没过户呢。 你大晚上爬窗就为了送只死鸽子？娘，你这眼神不行啊！重点不是鸽子，是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上面的8个点对应着国子院里的8个地方，中间这个圈圈就在明伦堂讲案下面。北蛮那帮人把窝点藏在那儿了。你们看啊，明天月考我要打脸萧灵儿，这是体力活，还要顺带帮你们扫平北蛮细作。 这是高危工种，万一被坏人发现了，我这颗聪明的小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所以安王府
府名下的京城32家商铺地契，明天一早就过户到我名下，否则这月考我就不去了。你们自己想办法混进国子监抓坏人吧。你个大孝女，明日一早带着地契去国子监，赶考输了，本王大折你的腿！嘿嘿，过户契文本宝宝已经带来了，爹，是签字画押还是按手印？安王府名下的京城32家商铺地契，明天一早就过户到我名下，否则这月考我就不去了。你们自己想办法混进国子监抓坏人吧。收好你的契书，明日进了国子监，要是搞不砸孔方正的场子，查不出东西，本王亲手把你和这些破事一起点了。老登，格局小了不是？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我这里装的可是京城32家旺铺的产权，从今天起，请叫我苏半城。走喽，回去睡觉去了，明日还要上学堂呢。你真放心让他去探血狼卫的窝点？暗影卫和龙贤卫已经在国子监外围布下天罗地网。孔方正以为苏妹进了天牢，他能在考场上拖延时间毁尸灭迹。本王明日就让他看看，什么叫引狼入室。苏小棠，你这个野丫头，别得意！今日月考是国子监历来最难的策论和算学，你连字都不认识几个，我看你怎么赢我！虽然安王府现在势大，但这毕竟是学术考试，学问这种东西做不了假。哥，今天太阳有点大，给我扇一扇。那是长乐街万宝楼的地契，旁边那张是东市最大钱庄的房契，30多张全是大印，这是把半个京城的商铺都买下来了吗？读4书5经，日夜苦读，你读一辈子书，最后还不是削尖了脑袋考功名？考上功名还不是为了买宅子？本宝宝今年3岁，名下已经有32家旺铺了，你考个第1名，能买得起我家里的一块茅厕砖吗？穷就多喝水，少说话。哥，进场，看本包租婆今天怎么教他做人。穷就多喝水，少说话。哥，进场，看本包租婆今天怎么教他做人。昨日苏妹落网，北蛮细作网便临全面崩塌。今日必须将地下密室里的名册和信件全部烧毁。发卷。老大，你的脚是不是有羊癫疯？抖什么抖？苏小棠，考场重地，不得喧哗。哥的题早做完了，我们交卷。半个时辰内不许交卷，退回去。绝不能让人靠近墙台，只要再给我半刻钟，一定能踩开那个机关。极品千年沉香木，市场价1两木头10两金子。孔老头，昨天黄爷爷说了，国子监包庇舞弊，这里的所有资产都要查封。你面前的这张奖案归我了，我现在就要把它搬走抵债。荒谬！这乃是太祖皇帝御赐的奖案，你敢动一下便是谋逆大罪。来人，把他插出去！谁敢见谁死！你面前的这张奖案归我了，我现在就要把它搬走抵债。荒谬！这乃是太祖皇帝御赐的奖案，你敢动一下便是谋逆大罪，还不速速退下！少拿太祖压我，我手里有黄爷爷的金牌，他是活的。给我开门！
哇哦，这藏得够深啊，全是信，一文钱都没有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数十年的潜伏毁在了一个3岁丫头的野蛮砸桌子上。拿命来！休得伤人！完了，苏小棠，今日完了！行刺皇族也是死罪，如今还劈坏了御赐金牌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呀！好你个老登，你敢划皇爷爷御赐的金牌，这是故意毁坏皇家最高级别财物，是对大前皇权的物理挑衅。金牌回修费、炸教费，外加本宝宝差点被你吓死的心灵创伤、精神损失费，一口价赔10万两黄金。支持现银结算，没有现银就拿你名下地契抵押，少一个铜板我掀了你家祖宅。庶子欺人太甚，老夫今日跟你同归于尽！本王的女儿，你也配动？伤到哪没？刚才有没有被毒气侵体？哎呀，别捏了，衣服要皱了。爹，别转移话题。那老登刚才抓坏了我的金牌，加上精神损失费，一共欠我10万两。欠条你拿好，等会儿龙翔未来抄国子监的家，记得第一时间从赃款里把本宝宝的提成和这笔赔偿金扣出来。我动用10成功力破门救人，生怕这丫头有半点闪失，结果她脑子里只有10万两黄金。苏小棠，这是北蛮皇室禁卫的地下狼首密印，户部、兵部、吏部，几乎牵扯了小半个朝堂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些可都是行走的提成啊！爹，还不赶紧摇人来搬！王爷，这上面不仅有北蛮血狼卫的交接案件，还有当朝太子东宫的私章。原来这条鱼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呀！爹，东宫有钱吗？要是他比永王还有钱，抄太子的家提成能不能算20%？爹，东宫有钱吗？要是他比永王还有钱，抄太子的家提成能不能算20%？父皇，萧莫寒狼子野心，他为谋储君之位，竟指使那个3岁野丫头在国子监打砸抢掠，甚至伪造带有儿臣印记的北蛮账本。他这是要构陷储君，动摇大前根基啊！
帝王之怒，悬而不发，最为致命。父皇，人证物证皆在他安王府手中，这是捏造，请立刻下旨拿问安王府，满门抄斩，以正朝纲。乱臣贼子！你竟敢伙同北蛮细作孔方正栽赃骨，还敢强闯御书房！老邓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在这干嚎什么？嚎得多就能赖账吗？老登，赖账？这丫头把御书房当菜市场了！黄口小儿，这里是御书房，大钱的权力中枢，岂容你在此妄议国政？少扯淡！哥，上货！这是萝卜章！萧莫寒，你找人私刻姑的印记，伪造账目，手段何其拙劣！伪造！天启3年10月，东宫拨银5万两购买考题，送交北蛮暗毡。这笔钱走的是通州水陆官银局的账。这是通州提举司的连号官票，做不了假。不可能！那笔账明明已经被孔方正抹平了，给我毁了它！本王的女儿在算账，谁敢打扰她拨算盘，本王就打折谁的腿。巧合，那都是孔方正打着姑的名义做的账，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哎呀，皇爷爷，这笔账不对啊！何处不对？太子去年冬天汇给北蛮买通边关将领的300万两白银，出处这当盖的是工部的印，款项来源钱孝陵修缮专项银。皇爷爷，他把您以后住的地下小别墅的钱给卷走去倒贴北蛮啦！帝王权术废除影响，朝堂动荡，全没了。朕的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这逆子把朕的棺材本偷了！逆子！你这畜生！你不仅卖国求荣，你还挖你老子的坟！你让朕100年之后死无葬身之地呀！报！启禀陛下，天牢传来急报，苏妹画押了。苏妹供认，她正是受东宫指使，冒认安王妃之功，潜伏安王府，并替北蛮血狼卫在京中传递情报，倒卖考题。皇爷爷，帮您查出300万两皇陵亏空，外加平定储君叛国大案。按咱们安王府的反贪规矩，20%的提成，那就是60万两白银。60万两，还要去东宫进货？陛下，哥，在。皇爷爷晕了，这账暂缓。走，带上你的麻袋，咱们趁着现在没人管，去东宫司库进货去。哥，在。皇爷爷晕了，这账暂缓。走，带上你的麻袋，咱们趁着现在没人管，去东宫司库进货去。陛下未下圣旨抄家，太子依然是国之储君。尔等乱臣贼子，若敢越雷池一步，杀无赦！完了，安王府这回踢到铁板了。没圣旨硬闯东宫，那可是谋逆大罪。皇爷爷的金牌就是圣旨，我是在替皇爷爷进货。放箭，就地格杀！
正门摆出最强防御，结果别人从里面把承重墙挖穿，把家偷了。窃贼，杀了他们！把金子给本宫抢回来！嘴巴子不张开，竟敢抛下我这个亲夫，独自跑来偷金库。若非我赶来及时，那几百把刀就砍下去了。少废话，那边角落里还有2个实木箱子，我搬不动了，快去！堂堂大前战神，刚刚一招秒杀全场，宛如杀神的安王萧默寒被自己王妃当搬运工使唤，这还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安王吗？小心点儿，里面的古董碎了扣你私房钱。天启4年2月18子时，老登别搬了，上面写的是今夜子时传位。太子不是要赖账，他要在今晚直接逼宫造反。那个，逼宫是不是比欠债严重？那咱们的60万两提成还能要回来吗？回宫。殿下，弑君乃大逆不道，您会遭天谴的。滚！老东西，你居然敢当众查我的账！我做了30年的储君，你处处防着我，现在还要因为几百万两银子要废了我！今天我就送你下地狱！这大钱的天下，今晚就是孤的了！堆火药，伪造走水，给姑把整个御书房彻底炸平，连一根骨头都别给他剩下。皇爷爷是我才刚抱住的超级大腿，敢动我的钱袋子！废了这个野丫头！敢动我的提款机！这块金砖市场价100两，赏你了！我的金子，我的提成啊！一块金砖购买100只崔德烤鸭啦！打死你个破产老登，赔钱！这简直就是散财童女！谁家拿国库最纯正的赤金当飞石暗器砸人？王爷爷，我的铺子！哎呦！我的旺铺，我的地契全烧没了！我不要程程了，王爷爷，你快起来罚他的款啊！本宝宝破产了！逆子受死！
朕的乖孙女，不哭！这天下所有的钱，朕都给你补上，国库里的钱随你挑。谁敢动你一根头发，朕诛他9族！儿臣救驾来迟，请父皇降罪。小唐、唐宝、传太医，立刻开国库，把金库搬过来，给朕的孙女数钱续命。3000万两赤金入库，全部挂在小郡主名下。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活过来了，本宝宝又活过来了。乖孙女，你吓死皇爷爷了！皇爷爷，咱们亲兄弟明算账，这些钱真都挂我名下，全归你，国库的钥匙都给你。醒了就滚下来。安王府的人没规没矩吗？老登，注意你跟本郡主说话的态度，我可是抱着皇爷爷大腿呢。放肆！你才放肆！谁让你动朕的宝贝孙女的？既然叛乱已平，大局已定，儿臣便不多留了。北境军务繁忙，明日一早，儿臣便带死子燕回北境驻守。站住！太子逼宫，意图谋反，永王勾结外敌，朕的儿子个个盼着朕死。朕老了，这大钱的江山，朕扛不动了。这是从东宫找出来的诏书，朕已经命内阁首辅改了名字。萧默涵，接旨吧！从今日起，你就是大钱的皇帝。儿臣拒绝。你敢抗旨？皇权于儿臣不过是过眼云烟。这3年，儿臣坐在轮椅上，看透了这金銮殿上的血腥与肮脏。儿臣的归宿在北境，在万里狂沙的战场，而不是每天坐在那把冰冷的椅子上批改那些满篇废话的折子。你不当这个皇帝，谁来当？难道让大钱的江山易主？父皇若觉得无人可用，大可从宗室中挑选年幼子弟过继。臣愿为摄政王辅佐新君，但批奏折这种苦力活，别找我。你想当甩手掌票？做梦！朕为了这大钱累死累活锁几10年，连一顿安生饭都没吃过。朕要退休，朕要多陪陪朕的乖孙女。你今天当也得当，不当也得当。你休想让我替你打白工。老公，其实当皇帝也不错。老公，其实当皇帝也不错，每天都有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，后宫佳丽3000，想翻谁的牌子翻谁的牌子。你敢让本王翻别人的牌子？口误，我是说，后宫大内总管这个职位，我觉得挺适合我的，油水多。还是你来当吧，还是你来当吧。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你必须当皇帝。第一，我不当公主，我就拿不到国库的钥匙。这3000万两金子，还有我以后从贪官那里抄家得来的提成，放哪里都不安全，只有国库最安全。第二，你不当皇帝，如果宗室过引了一个新皇帝，万一他长大了是个白眼狼，要收回我的国库钥匙怎么办？本宝宝的财产安全必须有最高级别的暴力机构做后盾，也就是你。爹，为了您闺女，我能安稳的当个包租婆。你就委屈一下，把那身黄袍穿上呗。合着我当大钱的皇帝，就是为了给这丫头当全职保安？本王是被逼来上班的。臣清点户部府库，发现国库账面上只剩区3万两白银，臣无能，实在办不起这登基大典啊！老臣听闻，昨夜有3000万两查抄赃款被直接送入了地下国库。老臣恳请陛下将那笔巨款拨交户部，以安天下臣民之心。好一个个冠冕堂皇的讨债！要我的钱，这老头过分了！老头儿，你叫什么？老臣户部尚书钱万贯。你名字挺有钱，怎么办起事来像个叫花子？长公主，此乃国政，不可儿戏。国库没钱，
天下不安啊！我跟你谈钱，你跟我谈国政；我跟你谈国政，你在这跟我求。张不凡，扒了他的老底！原户部左侍郎，现任尚书，钱万贯，名下有江南良田3万亩，京城当铺12家，私开暗谷钱庄4错，家底保守估计800万两。张大人，你可不能信口雌黄啊！这账册，这怎么可能？钱大人竟然贪了这么多，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一派胡言，那是老臣发起的嫁妆和宗族产业，与老臣为官何干？宗族产业，这本账是从孔方正那老狐狸的密室里挖下来的，上面清楚记着，每月给北蛮细作汇去5万两银票的通州大通钱庄，就是你钱家的。这老头胆子挺肥啊，一边哭穷，一边掏空国库的钱，现在兜不住了，还想空手套白狼，拿本宝宝的提成去填你摊的窟窿，办登基大典。哼，想得美！拿本宝宝的提成去填你摊的窟窿，办登基大典。哼，想得美！陛下，老臣冤枉，登基大典关乎大钱威仪，没钱绝对办不成啊！谁说没钱办不成？就你们那套铺张浪费的破规矩，早就该改了。300万两，我看290万两都进了你们这帮虫的口袋。爹，明天的登基大典不用户部掏一个铜板，我全包了。全包？这丫头疯了吧？各位大人听好了，大钱首届皇权展览会及安王即位招商大会现在开始招标。太极殿第1排观礼所位10万两一位，附赠我爹亲笔签名龙袍碎片1块。太极殿前8根盘龙柱独家撰名权50万两1根，你的商号名字将与大钱国运同在。明天想进宫吃席的自带干粮，入场门票3000两，没钱交席位费的全给我滚出朝堂，回家种地去。这波办完，不仅不花钱，我们还能倒赚800万两。哦，准了，张不凡负责收钱。张不凡负责收钱。谁不交，按同谋叛国罪乱处，抄家。谁不交，按同谋叛国罪乱处，抄家。遵旨。你们这是辱没斯文，将朝堂视作商贾贱地，总比你假斯文强。张不凡，去抄钱尚书的家，3万亩娘田加钱庄，正好填补户部半年的亏空。提成照旧算我10%。不服就憋着。公务私用，好大的胆子！皇太女殿下，这账本是伪造的。臣乃户部尚书，掌管天下钱粮，偶尔拿错1、2块金条，那是工作失误。工作失误，张不凡，给他加点料。上月15，户部拨银10万两，采购江南紫檀木，用于修缮水患堤坝，木材入库，报损率高达40%。3日后，尚书大人呈交别院扩建，经查，别院上梁用的木材尺寸、年轮以及防潮期工艺与水患木材完全吻合。完了，这可就得抄家。这不叫公务私用，这是贪污。爹，查账完毕，抄出来的钱全用来铺登基大典的红毯。这活儿朕熟，朕最喜欢抄家了。乖孙女，你歇着，皇爷爷这就带龙祥卫去扒了他家的皮。皇爷爷跑得比我还快。各位大人，受敬了！尚书大人的家产马上充公拍卖，他家那个新建的紫檀木别院有没有想捡楼的？原价10万两，现在起拍价5万两，支持现银，地契抵押，拍下就送登基大典 VIP 官体前排座位一个。太极殿庄严肃穆的朝堂，现在左边一个3岁奶娃拨算盘算贪污账，右边一国之母用推车搞2手房产拍卖，龙椅上的皇帝还在闭目养神，根本不管，这朝堂还有救吗？都不买。张不凡，翻到第2页，看看礼部侍郎上个月纳气的钱从哪儿出的。我买，臣买，臣自愿赞助大典，求太女殿下收了算盘吧。臣也赞助1万两，臣赞助3万两，只求一个观礼站票。大钱国库终于迎来了第一波暴富，5万、10万、15万、20万、25万、30万、40万、45万，发财啦！报！启禀陛下，北蛮使臣团突然兵临城下，
说是来贺陛下登基，但他们抬着3狗大铁箱，态度极其嚣张，声称要考练大钱智慧，现在已经硬闯进午门了。爹，来送钱的。大钱新皇，这叫9连连环算术阵，是我北蛮国师耗时3年所造。今日若大钱无人能在1个时辰内解开这箱上的算术阵法，那就请新皇免除我北蛮商队未来10年的关税，否则我北蛮铁骑便来大钱亲自算这笔账。完了，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懂这鬼画符，挑衅，明目张胆的敲诈。大钱刚刚内乱平息，实在不宜开战。不需要算，朕一剑就能把这破铁箱劈成废铁。殿下留下！破坏物里外壳会严重贬值的。这箱子看着就是纯钢的，能卖不少钱呢。哪里来的黄口小儿？连大钱的算学宗师都看不懂的阵法，你懂什么贬值？哥，这群人脑子有泡吧？这不是2元意识方程吗？蛮夷之地未开化，敢侮辱我国师智慧，你若是能解，别废话。假设全是阳，35乘以4等于140族，多了46族，从比阳多2族，46除以2，从有23匹，阳有12只。完颜大叔，你们带这么多钱进城，报关了吗？那是本使的行李，何须报关？大钱律法，外邦使团携带超额财物，需缴纳2成入城税。我看你这3箱东西至少价值100万两，加上你们一路通关打点瞒报的数额，敢逃本宝宝的税，连本带利罚金30万两白银，否则马匹全部扣留充公，男的全去挖煤。你敢硬夺？在大钱就得遵循大钱的律例。都搬国库去。大钱太女果然神算，但这只是小道。若你们能在1月内凑齐涂上这批水利龙骨水车的材料，我北蛮愿永不犯境。水利龙骨水车，那是治理黄河水患的绝顶机关，大钱工部研究了10年都没造出来，更别说凑齐那庞大的材料资金。哥在。这是多大的基建项目啊！发大财的机会来了！明天起，朝廷停发俸禄，准备向全天下发行大钱第1批官债。我要让这帮贪官主动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修水利。趁着天没亮，把这些年攒的老婆本搬出去藏好。那丫头太狠了，连内务府都不放过。王爷爷，早啊！完了！我就说黄爷爷怎么3天2头往内务府跑，原来是去薅国库的羊毛。金叶子30两，赤金条20根，城南铺面地契30张，总计价值10万8千两。乖孙女，这都是黄爷爷年轻时候攒下的老婆本，你不能连这都要呀！朝廷正准备发行大钱水利特别官债，黄爷爷这笔钱算你入股了，9出13回，3年后连本带利还你。走，上朝，去看看今天谁敢装病。昨日抄了户部尚书，今日要发官债。这帮人连夜通气，只要大家都不来，那丫头总不能把整个朝堂全抄了。盲盒准备好了。称病，4字营集合，挨家挨户去请。真病的连人带床抬进来，装病的打断腿抬进来。遵命。我的老腰啊！
人齐了，北蛮挑事，黄河水患，急需建造水利龙骨水车，初步预算启动资金300万两白银。本宝宝决定，这笔钱在座各位均摊。荒唐！黄河修堤是国家大事，哪有强迫百官出钱的道理？国库没钱，那是皇上的责任。太女此举是要逼疯满朝文武。没错，没错，陛下，臣等不服。法不责众，只要大家死咬着不松口，新皇也不敢真把100多号朝廷命官全废了。大钱特别官债，每股1000两，期限5年，年息分红1成。买官债的附赠后宫特制盲盒1个，盲盒里有本宫亲自绣的高定朝服，有皇上练剑用锻的剑柄，还有免死金牌单次体验券1张，多买多抽。昨日太女殿下已查阅工部3年账册，工部尚书脚体注名下有一座登记为荒山的产业，位于城郊西山。你建安13年，西山起土；14年，私设高炉炼铁，年产3万斤；15年，倒卖铁锭至北蛮边境，获利43万两。以上均未上报户部，未缴纳1文钱税。赵大人的账做得很精细，连给小妾买胭脂的2两银子都走公账。那是我最隐秘的私产，这怎么查出来的？拖下去，查抄赵府，妻儿老小贬为庶民。王侍郎，买几股？买10股，1万两。拿来，朕现场给你题字，挂大门上，光宗耀祖。第一期官债，大钱第一笔基建资金到位。报！南边暴雨半月未停，黄河大堤开裂，若3日内无水车抽水减压，大堤必决，百万百姓性命危在旦夕。刚刚材料还要去采买，图纸还没造出来，3天时间，神仙也造不出水车运到南方。这图纸上的水车结构极为复杂，北蛮故意拿来刁难，绝不是随便能造出来的。这图纸有问题，转动程的位置少画了3个齿轮，如果照图制造，水车运转不到1个时辰就会断裂。北蛮使臣留了极其恶毒的后手，需要重画加强版，增加传动齿轮和承重结构。材料够，3天造得出来吗？哥，重画，要能撑住黄河水量的增强版。好。唉，造了一辈子器械，头一回见人这样画零件装配图，这徒手画的比我用尺规画的还准。不对，我想想，主轴尺寸得再放大半寸，南方水急，强度不够会崩齿。记下，快记下！神乎其技！西瓜，上好的冰镇西瓜，10两银子1牙，不买不给看图纸啊！太上皇，这也太贵了。贵，看张不凡画图学到的本事，值10万两，你赚大了。场地费2成，皇爷爷别想赖账。你这丫头比朕还会刮地皮。图纸已成。好，9个模块可分可合，按图纸赶制，2日内必须完成第1批。太女殿下，不好了，市面上买不到桐油和百年红木了。昨天查过库房，京城的存货足够的呀。就是今天早上的事，京城4大商行联手将市面上的桐油和红木全部买断，现在价格翻了10倍。他们说要买可以拿朝廷新发的国债来换。百官里不少是地方豪绅出身，在朝堂上被逼着买了国债，这是反手报复。他们算准了黄河水患迫在眉睫，朝廷只能低头。跟我玩垄断，去把4大商行的掌柜请到承天门外，告诉他们，朝廷要跟他们谈笔大买卖。是，皇后娘娘，并非草民想涨价，实在是南边水灾，道路难行，物价飞涨啊。不用解释，你们手里的货，朝廷不买了。从即日起，大钱成立皇家基建总商会，所有参与水患物资供应的商户，赐皇商牌匾，免除3年过桥费。散户木材商只要把木材运到京城，价格按市价加1成，当场结算现银。娘娘，产地远在千里之外，没有我们4大商行调度船只马车，小户根本运不过来。您这招
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哥，念给他们听。四大商行为了垄断这次物资，向京城钱庄借贷了300万两，抵押物是你们在京城的60家旺铺，月息2分。就在1个时辰前，本宝宝拿着卖国债筹来的300万两现银，把钱庄的债权全部买下来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你们的债主是我。不止这样，本宝宝已经传令调派300艘水师战舰，直接去产地接货，沿途所有关卡一律放行。很快，第一批木材和桐油就能走水路抵京。战船运木头，还有这种操作？你们手里的货留着自己做棺材用吧。借款合同上写得很清楚，3天内不归还本金，债主有权没收你们抵押的60家旺铺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原本想垄断物资，逼朝廷出血，现在连旺库都没了。皇后娘娘、太女殿下，草民知罪，草民愿意原价不半价将物资卖给朝廷。半价？你们现在破产了，这些物资作为抵债品，本宝宝全都没收。来人，带下去！兵不血刃，物资到手，太女这一手债权收购真是妙到好颠。2天的时间真造出来了，这红木，这桐油，防水浸泡，100年不腐，南方百姓有救了。传令，连夜装车发往南方。总算完成了，灾情有救了。怎么回事？快去通报，押送水车的官员在城外落湖里被绑票，水车也被劫持。绑匪留信，指明要太女殿下带着制造总督去换人。这落湖岭冲着总督来的，他们知道总督的价值。有意思，刚收拾完商行，又来了绑匪。调300中甲死字营，随本皇去把这山头铲平。爹，别冲动啊！万一他们把水车烧了，黄河那边等不及重造第2批。图纸绝不能给，图纸若落入敌国手里，后患无穷。哥，那图纸你能再画1张吗？全在这里，绑匪要的话，给他们画1张假的就是。这纸张不对，这是诚心堂纸，纸质细密，价格昂贵，一群山匪怎么会用这种纸？这是徽州贡墨，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。绑匪背后有朝廷的人，看来朝廷里有内鬼啊！太好了，抄家能抄2份。有内鬼在哪儿？朕亲自把内鬼揪出来。皇爷爷，您别添乱了，这事用钱解决最快。100万两，够我买多少座宅子？干了！各路人马为了赏金，纷纷赶往落湖岭，可他们还是慢了一步。大哥，对不住了，这可是100万两啊！给我绑紧了！招了吧？谁指使你劫水车的？不说的话，那这100万两赏金就从你的私房钱里扣。如果不够，9出13回，你煞辈子都得在矿里打工。是信王让我们干的。他要我拖延水车的行进速度，等黄河决堤，朝廷失尽民心，他就有机会联合旧部复辟。太女殿下明察呀，这是诬陷，本王冤枉啊！冤枉？哥，念给他听。2日前，4大商行购买原料的资金有200万两是从信王府的钱庄流出的，而绑匪用的禁纸和贡墨也是上个月内务府拨给王府的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找到了目标就好办了。来人呀，去信王府提款，100万两悬赏金由信王全额支付，剩下的家产全部充入国库。至于信王本人，发配西山挖煤。哎呀，总算把内鬼处理好了。太女殿下，
我们没钱了。胡说！刚抄了尚书、铁矿、商行，还有信王府，国库现在应该富得流油才对。巨型龙骨水抄花了200万两，修补黄河大堤100万两，灾民安置与补偿150万两，兑现江南前线将士拖欠的军饷200万两，加上之前为了打破商行垄断收购钱庄债务的300万两，总计950万两。明天就是登基大典的日子了，剩下的钱够买典礼用的龙香吗？不够，目前国库结余230两，还差300两，钱不够自己想办法，休想打镇棺材本的主意。薅大钱自己人的羊毛已经到头了。哥，收拾东西。去哪儿？大钱没钱了，北蛮有啊。明天典礼办完，我们去开通边境互市。我要让北蛮的羊毛一根不剩的长在大钱的国库里。陛下，微臣该死，国库真没钱买龙涎香了。微臣跑去后厨，把炖肉用的八角、桂皮、香叶凑了半筐，扔进青铜大鼎里烧着。您闻闻，还挺提神。来来来，大家都看过来。荒唐！登基大典怎可沾染铜兽？岂有此理！贵宾观礼位，站第一排的能数清陛下龙袍上有几个线头，一个位置500两。想在纪念鼎上刻字留名的1000两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啊！这是干嘛？卖官鬻祖，嘘，别乱说话。爹，动手！微臣买，嘿嘿嘿，微臣眼疾，就爱站第一排。嗯，我刻字，我也刻字。各位大人，买完票来看看本宫亲手熬的龙气大补汤，宫廷御用配方，100两一罐，还赠典礼开光红绳1条，带着红绳官运亨通啊！臣来3罐，臣要5罐。殿下，现银12万两，欠条8万两，合计20万两。有了这笔钱，朝廷又能坚持几日了。臣等告退。报！雁门关800里加急。是北蛮大汗拓跋道的国书。哦，念来听听。北蛮大汗拓跋焘至大钱，大钱无信，欺压我国使臣。即日起，北蛮封闭边境，战马牛羊一律不许南下。若想重开边境，需用10万担粮食换我5000匹老马，否则铁骑南下，寸草不生。什么？10万担换5000匹废物马？这群蛮子怎么不去抢？哼，不需要马，步兵一样杀穿他们。哥，北蛮的羊毛现在市面什么价？北蛮人不穿羊毛，羊毛膻味重，易生虫，只有穷苦牧民用来填帐篷，市场上一文不值。他想封锁战马，我们就买他的垃圾。走，去雁门关给拓跋大汗上一课。哼，大钱没人了，派个没断奶的黄毛丫头来谈判。少废话，你们大汗要10万担粮食，我大钱答应了。这么容易就答应了？不过不换老马，大钱不要废品。那你们换什么？换你们的羊毛，用粮食、盐巴、茶叶换你们剪下来的羊毛。大钱人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羊毛根本没人要，你们用粮食来换。1斤茶叶换30斤羊毛，1斤盐换50斤，数量不限。如果左谷厉王做不了主，我们就找别的部族签。做，谁不做谁是傻子。但有一条，羊毛你们自己派人剪，我们没空。不，你们自己剪。大钱公布特制羊毛剪，免费送给你们部落1万把。到时候你们剪好了羊毛，装袋运到雁门关，一手交毛，一手交货。只要你在这份协议上签字，未来3年，北蛮所有的羊毛我们都按这个价格收。
你如果压价收别的部落的毛赚差价，那是你的本事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那我们就回去准备一下。我们要一堆臭羊毛做什么？陛下，摸摸看。这是用羊毛纺的布。对，我带人用了草木灰和石灰水给羊毛脱脂，再用工部新做的纺机纺线，1天就能纺出1匹。这东西如果在京城开卖，那些怕冷的世家子弟肯定都会争着抢着要买，而咱们的成本连1两都不到。这只是表面，张不凡，给他们算算长远账。一旦贸易开启，牧民会发现养羊比养马赚得多10倍。羊平时就吃点草，羊毛1年能减2季，而马的培育期极长，还得喂精饲料，花费巨大。不出2年，草原上就全是绵羊，战马数量将断崖式下降。不仅如此，等他们习惯了用羊毛轻松换到粮食，就会放弃南下抢夺。以后北蛮人吃什么穿什么，全得听本宝宝的。太女殿下，京城急报，汤上皇在黑市倒卖工部的羊毛剪，被抓了个现行。哼，这老头真是的，3天不打沙房揭瓦。歇会儿，内务府新配的天山雪莲霜，诰命夫人抢疯了，1盒300两，我留了2盒，陛下要不要参一股？月底分红。你盖章，朕睡觉，赚的钱3七分，朕7。55，否则你今晚自己看折子。陛下，娘娘，出事了。皇爷爷，发财路子挺野啊！工部的羊毛剪成本50文，你托人偷出来卖给私盐贩子，1把10两银子。朕这是为了丰富大钱的黑市经济。再说了，那钱朕全去买城南的烧鸡了，1分没留。没收所有烧鸡，罚抄大钱律法100遍。北蛮大汗拓跋焘发现了羊毛贸易的毒计，北蛮军队现在连换防的马匹都凑不齐，他大怒，单方面撕毁协议，纠集了3万残军，准备突袭雁门关，强抢粮食和过冬衣物。3万人。朕带1万死字营去碾碎他们。爹，别去，打仗要花大钱，抚恤金更是无底洞。这笔账算不平，交给我。咱们手里囤了多少北蛮羊毛？60万斤，已全部纺成毛呢料子。给拓跋夫写封信，告诉他雁门关大门敞开，粮食管够，但必须拿现银来买。如果不买，大钱商会明日起全面停止供应食盐和过冬物资。并且大钱将以1文钱一件的低价向草原抛售最厚实的毛呢大衣。大钱的盐商早就被苏小棠暗中卡死，没有盐，我的将士们现在连挥刀的力气都没了。厚实暖和的毛呢大衣，给我热粥！完了，我大凡的铁骑竟然成了这副模样。殿下，外部危机解除，但内部出大乱子了。咱们断了江南盐商世家的活路，他们在扬州结成同盟，暗中筹了2000万两白银。买通了刺客，2000万两，这是看国库还不满啊！正愁没借口去抄他们的底，这下可好，2000万两的肥羊自己送上门了。刺客已经进京，昨夜太女府门环上被钉了3把毒标。哥，印传单，告诉更所有刺客，凡是能提供江南盐商造反证据的，本宝宝出双倍价格雇他们。拿盐商的钱去抄盐商的家。楼主，这活接吗？咱们杀手刀头嗜血，讲究个信用。盐商给的2000万两定金收了多少？盐商扣搜只给了200万两前期盘缠，余款要提头来见才结。而且什么？盐商要求咱们潜入大钱火攻，那可是萧默寒的地盘，那煞星1把斩马刀能把城墙劈开，更别说京城现在全是被100万两悬赏逼疯的黑白两道，咱们进京跟落进油锅里的肉包子没区别。更气人的是，盐商提供的路费里面掺了5成江州银票，京城钱庄不认。哼，信誉值几个钱？通知弟兄们不去京城了，调转枪头去扬州盐商总会，把他们那本藏在地下钱庄的金线密账给我搬出来。楼主，这可是坏了江湖规矩。放屁！那叫弃暗投明，报效朝廷，4000万两，外加京城4合院。干完这一票，老子去西直门外买2只画眉鸟6番养老，不比天天闻小腥味强？干了！听说盐商会长有个金库，全用纯金赚气的，咱们顺手拿几块当彩礼费。这批货质检不合格，
护心镜薄了半寸，退给工部重做。敢在后宫防刺客盲盒里偷工减料，扣那个工部新主事的半年俸禄。来来来，都停停！几个刚在集市上捡了天大便宜的市井老夫。刺客？什么刺客？这是财神爷！这小子昨晚在宫墙根底下转悠，找不到门。朕正好去御膳房找宵夜，顺手把他带进来了。一搜身，好家伙，浑身都是宝贝。江南盐商总会近10年暗账，扬州37座私盐工坊的全部走货记录，还有幸会江南各道213名官员的名册。其中，扬州知府收受100万两，江宁织造收受80万两。草民不是来行刺的，草民是来卖情报的。太女殿发了传单，说给4000万两。东西不错，但你这工作效率有点低啊。本宝宝传单发出去3天了，你才送来？殿下明鉴，盐商总会的金库门是9孔连环锁，我们夜雨楼12个顶尖高手硬生生撬断了10几把玄铁刺才弄开，能活着把账本送出来，折了2个弟兄。张不凡，给他结账。4000万两悬赏金，扣除夜雨楼潜入皇宫破坏红墙琉璃瓦赔偿2000两，扣除下到太上皇导致一只叫花鸡掉在地上的精神损失费5万两，再扣除朝廷代交的大额交易期税20%，实发3194万8千两。四合院在城南柳树胡同，里面家装全包了，还有这张皇室特许编制证，拿着它，这笔买卖你只赚不亏。谢主隆恩，夜雨楼以后只听殿下差遣。有麻烦了。哥，盐商钱不够抄了吗？不，是他们钱太多了。账本显示，江南盐商总会不仅垄断了天下6成盐业，他们还在私铸铜钱。过去半年，北蛮战乱，国库空虚，盐商趁机在江南大肆印制一种名为江州宝钞的纸票。他们用这些纸票在南方大量收购粮食、布匹和生铁，然后把真实物资囤积在他们的地窖里。这等于用废纸抢光了老百姓手里的真金白银和食物。难怪前些日子买水长材料，商行手里有那么多现金流，原来是从江南流过来的假钱。他们知道皇爷爷退位，内乱刚平，朝廷管不到江南，所以疯狂发假钱。盐商估计印制了相当于1亿两白银的假货，3天内京城的物价就会翻，个月后大钱的市面就会崩溃，老百姓买不到米，会发生民变。反了这帮卖盐的了！萧默涵点兵，朕亲自挂帅下江南，把这帮孙子剁成肉酱。爹，皇爷爷，大军一动，每天光人吃马咬就是10万两白银，逼急了。他们一把火把江南粮仓烧了，或者把盐矿炸了，咱们接手的只是一个烂摊子。他们妄图以财策构陷，那我们便以经世之术从容回击，将图1亿两伪银本息尽数收缴。张必凡，速备场地，明日大前皇家产业交易司择时挂牌起事。老刘，给我来只3黄鸡，再切2斤后腿肉，要肥的。老主顾也不好使，今天不收这江州票子。这几天市面上这票子满天飞，买筐萝卜都要几10两，这玩意儿现连擦屁股都嫌硬。要买肉，拿现银或者大前官方的通宝来。胡说八道！这上面印着1两银子面额呢，江南那边当真金白银用的。那您去江南买肉去。下一个，那帮卖盐的畜生，朕的私房钱全成废纸了，1两银子1斤的猪肉，他们敢涨到3块，这国没法治了。京城4大前外头挤满了几队的百姓，江南来的大商队拉着整车的江州宝叉，正在疯狂抢购京城的布参和瓷器。咱们大前在京城行的几座官营大库，存货都快被他们用假钱买空了。下旨，查封江南商队，但凡拿假钞套购官库物资的，一律斩首。别啊，爹！送上门的韭菜怎么能连根拔呢？娘娘，这是大前皇家信托实物凭证，从今天起全面体用大前旧铜钱和地方私钞，老百姓拿现银粮食或者等价劳动力换取这块木牌，1块木牌随时可以去官营粮仓无条件兑换1制新米，有朝廷信用背书，比金子还硬。皇爷爷别生气，你的假钱一会儿我给你换成真肉。现在干活了，人在哪儿？江南盐商总会派来的4大掌柜带着整整1000箱江州宝钞，正叫嚣着要买下京城东街的所有官营店铺。把你们管事的叫出来！朝廷不是开门做生意吗？我这可是1000万两资金，全要现成的铺面和货物。你要买铺面？太女殿下，草民带着真金白，带着大笔邮票来支持大前京城建设。那些商铺我们按市价2倍收，只要产权。食物和商铺不卖了。从今天起，朝廷推出新玩法，大前皇家产业交易局开始公开发售皇家分红器。
不卖铺面，只卖股份。什么叫分红器？就是把大钱名下的所有赚钱产业，比如西山大铁矿、京城琉璃厂、大运河漕运局，打包分成1000万股，每一股标价1两银子。买了分红器，你就是这些皇家产业的股东，年底按比例分钱。不用自己经营，只要给钱就能分皇家产业的钱。这叫投资大钱国运，比你买几个破铺面赚钱多了。目前大铁矿的股票走势一天涨1成哦。这小丫头脑子坏了吧？江南印出来的废纸拿来买大钱核心矿产的控制权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。只要把6成股份买到手，大钱的铁矿和漕运不就全捏在江南盐商手里了？买这1000万两江州宝钞，我全买西山大铁矿和运河漕运局的分红器。收江州宝钞1000万两。西山铁矿分红器500万股，漕运局500万股，钱老板收好。站住！干嘛的？大股东来查账，我手里有西山铁矿500万股，占股1半以上。现在这矿我说了算。哦，忘了通知你。西山铁矿昨晚进行了资产重组，原本的1000万股现在增发扩股到了1万万股。增发什么意思？朝廷往铁矿里重入了一项核心技术——高炉电铁保密图纸，作价9000万两，转化为9000万息股。您手里的500万现在被吸成了5%，您没有控制权，只有建议权。你们这是明抢！老子花了1000万两买的。你花的是江州宝钞，现在大钱全面兼用废纸，那1000万两废纸昨天晚上已经被苏英英娘娘拿去烧火煮肉了，用废纸换5%的皇家股份。你还赚了呢！按照最新决议，西山铁矿未来10年内所有利润全部用于扩大生产研发，不予分红。报！江南盐商总会积极地方门阀，宣布封闭江州、扬州、苏州3地粮仓，扣押江南所有秋粮，不准北上。扬言朝廷10日内不交出太女和账房，就让大钱北方100万居民活活饿死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朕要去江南，朕要亲手捏碎那帮盐商的脖子。10万大军压境，直接接管粮仓。爹，暴力抢粮是下策，他们敢把粮仓大门锁死，就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。大军真到了城下，他们一把火把几百万只粮食全烧了，到时候咱们除了得到一堆灰烬和满地饿殍，什么也落不着。那怎么办？坐着等北方饿死人？哥，全国除了江南那几个州，别的行省秋粮收成如何？湖广、江西两省今年风调雨顺，大丰收，但粮食基本散落在当地大户和粮商手里。因为江南盐商总会势力庞大，他们发了追杀令，谁敢把粮食运往北方，就灭谁满门。咱们可以在北方大面积种这种耐寒耐旱的地金龙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，3个月成熟期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这就够了，3个月不用吃饭，3天就饿死了。我要的不是他们运粮，我要的是一场预期。盐商囤粮不卖，就是在赌物价飞涨。他们手里的粮食是死物，存久了是要耗损的。张不凡，你指大钱朝廷发布秋粮期权预售凭单，宣告天下。大钱已通过秘法购得海外仙山仙道10万万票，凭此票半月后提粮，只收现银，且前1000名购买者赠送皇家盐印1份。会长，京城传出的消息，朝廷搞到了海运大米，便宜的要命。放屁！大钱水师那几条破船去哪儿运10万石大米？那是太女骗人的把戏。可是湖广那边的粮商慌了，他们怕半月后海外粮食一到，自己手里的秋粮卖成白菜价，现在正在拼命降价抄售。湖广的粮价已经跌穿底板了。稳住！咱们江南的粮仓绝不开仓，只要咱们卡顶运河，湖广的粮食运不到北方，北方粮价就得涨。到时候咱们不仅能回本，还能大赚一笔。太上皇，咱们去哪儿弄火油烧粮库？烧就知道败家。乖孙女说了，1粒米都不能浪费。嘿嘿，这帮盐商光顾着锁大门，也不看看这鬼天气。去把这库房后墙的砖凿松点，让水多灌进去些。发霉的粮食，看他们怎么当宝捂着。大钱信用，一诺千金，凭单提粮，排队登记。听说你要让京城全饿死，带走！江南36盐商世家全部抄家，所有盐井盐矿收归国库，账本交由张不凡核对，少1文钱，诛9族。抄没江南盐商所得资产，折合白银3万万两。大钱的国库危机彻底解除，再也不用看人脸色。殿下，钱是够了，但大钱的农业结构单一，若再遇大灾，
只靠运粮调配还是有隐患。传令工部和户部，大前农业大改造计划开始，我要在全国建立大前农业合作总社，包产到户，盲盒种地。不急，国库满了，该搞基建了。传令工部和户部，大年农业大造计划开始时，我要在全国建立大前农业合作社，包产到户，盲盒种地。这天下没有本宝宝盘不活的经济局。番薯耐旱、抗虫，1亩地只需种子10斤，亩产30担。张账房，算盘打得响，不代表懂农事。这番薯皮糙肉厚，猪都不吃。猪不吃，你吃过？甜的，比糖葫芦还饱肚子。能果腹又如何？哪有传统麦种稳妥？今天大前农业合作总社正式挂牌，种不种分属百姓自己选，但朝廷规矩要改。今天凡是签了合作契约，领了这番薯种子的，免3年田赋，不管秋后收成如何，朝廷每亩地倒贴1两银子，保底保收。哼，大言不惭！京畿一带良田10万亩，朝廷贴得起？娘，上货。大前首届农业盲盒发放，1亩地换1个盲盒，里面除了10斤番薯种子，还有彩头。头等奖，京城2进4合院1套；二等奖，赤金条10根；三等奖，免除家中1人徭役。现拆现兑，绝不拖欠。我签，给我来10亩地的，我家有20亩荒地，全换成盲盒。家主，这怎么办？无知刁民！这番薯长在地下，吸干地力。今年北方大旱，等3个月后颗粒无收，朝廷赔不起保底银子，必然大乱。我们走着瞧。开空，下一个。老爷子，给我拿5个盲盒，我这50亩地全压上。你这手气，不去开赌场可惜了。老子当年打江山都没这么累。龙距2尺，猪距1尺，铺土3寸，不用多浇水。干旱更能逼迫根茎向下生长。不浇水怎么行？这土都裂口子了，不浇水根就干死了。按他说的做。皇爷爷，京畿的地搞定了，但周边3个州府的推行遇阻了，那些地方被郑家和几个世家把控，他们把井水封了。不准签了合作社契约的农户打水浇地。这就带死字营去把他们祖坟刨了。刨坟赚不到钱，去打赌，带上你所有的私房钱，还有工部的最新订单。郑家在这片地上经营了300年，你们签朝廷的契约，种那个毒物，
就是坏了保定府的风水。只要你们把红薯刨出来，重新种上郑家给的麦种，今年的水钱郑家出，否则渴死你们的庄稼。红薯才刚发芽，没水，这毒日头底下撑不过3天啊！水钱你们郑家出，你掏得起吗？原来是太上皇驾到，草民有失远迎。皇权不下乡，世家的根基比圣旨管用。听说你要封井，井是郑家祖辈挖的，地契都在草民手里。自家的井，想给谁用就给谁用，律法也管不着。行，那咱们打个赌，这是100万两朕的棺材本。大前太上皇与郑氏家主郑伯远力赌，3个月后秋收，以保定府10万亩土地为界，若红薯亩产低于传统麦种，这100万两归郑家。朝廷收回所有红薯契约，当众向郑家致歉。输了，郑家名下保定府所有的水田地契、矿山，全部无偿过户给大前农业合作左社。100万两现银，够把郑家产业再扩大1倍。大旱之下，红薯绝收是板上钉钉的事。好，草民接了，白纸黑字，天下为证。这玩意儿真能扛3个月不下雨？朕的棺材本要是输了，就吊死在太极殿门口。按工部室数据，成活率90%，赢面满算。今日就让太上皇输个明白。开挖！张家地1亩4000斤，折算33担。李家地1亩4200斤，35担。不可能，没水怎么可能？愿赌服输，交地契，交矿山契约。太女殿下神算，草民佩服。但这天下不是光有粮就行的。矿山我给，但我实话告诉你，那些矿全是被挖空了的废石。你们种出了这么多红薯，怎么收？马上就要下秋雨了，地里的东西若10天内收不完，全会烂在土里。全天下的金刚熟铁，早在2个月前就被我们世家联手买空了。市面上一把镰刀、一把铁锹都造不出来，哪怕是皇上的斩马刀也找不到半斤铁来。几千万斤的收成，靠百姓用手挖吗？用手抠土，10天抠不完1亩地呀！笑完了，把路让开，本宝宝的大件快递到了。工部最新研发初代人力钛盘式翻土机。主体结构全榫卯木质，只在核心齿轮用了1两不到的生铁。我为了买空金刚，抵押了家族大部分流动之心。朝廷不用我的钢，那些高价囤来的金属成了砸在手里的死物。这种机关术怎么会用在种地上？大钱科技改变生活，多谢郑家主赞助的废矿山，再见。殿下，郑伯远没说谎，他给的30座矿山确实是开采殆尽的废矿。咱们赢了这场赌局，拿到的是一堆无法变现的不良资产，还要每年给当地州府缴纳山林看护税。30座废矿，占地极广，分布在保定和京城交界的3不管地带。没用的东西换个包装就是最抢手的商品。从明天起，大钱发行第2期理财产品，抓阄
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大钱最新福利，10文钱抓阄1次。奖池是保定府周边30座矿山的开采权。10文钱不贵，也就是一碗杂碎面的价，但谁要那些废矿？打开竹牌，里面写着数字，若抓到1，奖你京城烤鸭1只；若抓到特等奖，那座矿山就归你。朝廷发产权地契，想怎么挖怎么挖。前些日子，钦天监勘探地形，断言保定府那些旧矿下方隐藏着100年难遇的半生金脉。朝廷不缺这3瓜2枣，拿出来与民同乐。万一挖出金子，全是你的。给朕来1000次！烤鸭1只，换钱换钱！谢谢惠顾。呸！恭喜这位大爷，保定府3号废矿归您所有。短短3天，30座废矿的特等奖全部被抓出，朝廷净赚500万两白银。这哪是卖废矿，这分明是用废纸圈钱。真有个商贾从7号废矿深处刨出了一块西瓜大小的狗头金。半生金脉的传言被证实，保定府的废矿成了香饽饽。殿下，内部基本盘稳了，有粮有钱，民间经济活了。但咱们产出大，单靠国内消耗不掉，必须打通外贸。护士，雁门关那边的羊毛生意最近如何啦？大前皇上，太女殿下，救命啊！北蛮活不下去了，大汗被下面造反的部落砍了头，草原上全是羊，连一根能射大雕的弓弦都抽不出来。草民这次来不打仗，求朝廷收编。我们带来了一件能赚大钱的外邦奇物，只要给口饭吃，我们全族归顺大钱，给你们放羊。红色的，尖尖的，辣椒。大钱的食谱上根本没有这种东西。一个关于大钱美食连锁餐饮帝国和疯狂跨国倾销的庞大计划，在他脑海中瞬间成型。又要开新盘了。哥，准备好，我要让全天下人的舌头都给大钱交保护费。番邦蛮子，进贡这是何物？气味刺人肺腑。大钱皇宫重地，岂容这等毒物污了圣厅？大人明鉴，这叫红鬼果。我们草原上今年除了羊就是这玩意儿，不挑地，丢把种子就能长成一片。我们大汗死了，部族里连买盐的钱都拿不出，就指望用这特产换几口锅子度日。你管这叫毒物？王老头，你舌头要是不用，可以捐给御膳房。这般低贱杂物之物，生灵难食，北地之人皆不屑取用，竟敢以此猎物上贡，全然是目无君上，蒙蔽圣天。孙女，这玩意儿能卖钱？我看这红彤彤的，顶多拿去染布。去御膳房搬一口腰宽的大铁锅来，劈好的果木柴火爆3桶，让后厨把刚宰的羊挑后腿和里脊，切成薄如蝉翼的片，再拿2罐子老母鸡高汤。殿下要在太极殿前开火，不成体统。祖宗法度写得明明白白，太极殿前不许见明火。朕说能见就能见，去搬。
成何体统？这是要把朝堂变成乌烟瘴气的市井厨房！开饭！太上皇千金之躯，吃这等敌物，伤了龙体，谁能担待？爽！这叫什么名堂？比御膳房那些没滋没味的白水菜强10000倍！哈哈哈哈！大前皇家餐饮特许经营计划，此物名为火锅，乃我大前即将推行的国民美食，现向全天下开放招商加盟权。京城13个区，每个区只批1张牌照，牌照费底价2万2白银，食材全由朝廷统一铺送，3年内不许私自涨价，按利润20%给国库抽水。我出3万两买东城区的牌照，刑部名下有个空宅子，我出4万两买南城。你们整个草原全给我种辣椒，朝廷按市价2倍独家采购，种子的钱先欠着，以后你们北蛮不用打仗，老老实实当大钱的农业供应商，干得好，年底发奖金。出事了，昨夜城中5家火锅店被迫停业，京郊几个官营屠宰场，一滴牛翅都炸不出来了。咱们大前禁止杀耕牛，牛油全靠从南楚进口。南楚的山船昨晚连夜起锚，把囤在京城码头的3万斤牛油原路拉回去了。今天早上市面上牛油价格暴涨10倍，没有牛油，火锅底料炒不出那个醇厚味，咱们的供应链被人掐断了。殿下，南楚首富熊万金派人送来拜帖，说手里有5万斤牛脂，想跟您谈谈收购大前火锅总代理权的事。收割我，他也不称称自己几斤几两。张不凡，带账本，去会会这位南楚首富。哟，太女殿下亲临，草民这会馆蓬荜生辉啊！殿下急了吧？满城火锅店开不了张，每天损失的流水个天文数字。草民天手里不仅有牛油，还有南楚7个香料渠道。殿下若想生意做下去，这火锅生意的70%干股得归我，否则大前人连闻辣味都得求我。大前缺这几味配料，这小丫头还不乖乖就范？70%干股，熊老板的胃口比太上皇还大，这买卖本宝宝不做。殿下年幼，不知生意场险恶，断了供，你那些高价拍出去的加盟凭照全得作废，惹怒了京城世家，皇室信誉扫地，看你怎么收场。张无凡，教教他什么叫产品矩阵。针对牛油短缺，大前皇家火锅进行菜品升级，即日起推出老坛酸菜白肉锅，底料用大前本地猪油混合发酵半年酸菜熬制酸爽解腻。推出高山菌汤锅，采摘京郊深山白种野生蘑菇吊汤，成本极其低廉，主打养生。另外推翻只用好肉的吃法，下放鸭血、猪小肠、鸡杂等下脚料入锅，化废为宝，利润空间再提40%。胡闹！一堆下脚料烂酸菜，京城的达官贵人怎么咽得下去？只要底料配得好，鞋底放进去都是香的。你那5万斤牛油留着点天灯吧。太女殿下的这一招釜底抽薪，够熊万钱喝一壶的。完了完了！我在南楚高价收上来的牛脂堆在仓库里，每天产生高额仓储费，天一热还有变质风险，得赶紧降价抛售，止损出局。大前火锅要进军南楚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早想模仿，可核心辣椒种植权死死捏在北蛮人手里，没辣椒复刻不了味道，带上全副身家杀入大前京城。南楚盐商楚大头出价80万两，拿下江陵道代理。南楚丝绸大户沈三番出价100万两，包揽江南道代理。师兄，我手里还有5万斤上等牛油，便宜处理给你如何？疯了！太女殿有大前总一死规矩，谁私自用别家的油，直接吊销牌照，违约记1总店100万两。你的油白送我都不要。加盟费大前不收现银，只要物资、精铁、良马，甚至南楚特产的造船木材、食物抵靠。
商人们疯狂扫荡战略物资运往大前，直接导致南楚铁矿枯竭，船木暴涨。南楚首富半个月资产缩水90%，滚出京城！一群蠢货！全天下的聪明人难道都在大田？南楚算科状元，现任南楚皇家钱庄总管晏流云。陛下息怒，蛮力夺城，下城之举，商贾斗富，忠诚之道。真正的杀局在无形无相的钱法之上。用3张纸借大钱的国运填补我南楚的国库，几成把握？算无一策。此去定叫那3岁女娃连本带利吐个干净，连大钱的铸币权也要一数。南楚使臣拜见新皇，微臣此番不谈兵马，只谈买卖。这是一份两国商贸钱庄互兑长约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两国通商频繁，真金白银运送极易遇水匪。南楚愿与大钱建立统一银票汇会，大钱境内任南楚银票，南楚境内任大钱宝钞，双方定下10年的基准汇水和付息。不过条约繁复，我南楚设下3道算学难题暗藏其中，若大钱无人查出互兑汇率中的差缺口，这份长约大钱必须签，还要将江南3郡税收抵押给南楚担保，赌国运。请南楚算师。这是现代金融里玩烂的外汇收割战和复利陷阱。大钱无人乎？你打算空手跟我们12大算师对阵？算盘太慢，拖沓。哥，别客气，把他们底库算出来。外汇收割战、复利陷阱，这些东西在我学的现代经营学面前不过是小儿科。阿拉伯数字这种符号在运算中的效率是繁体数字无法比拟的。我过目不忘的脑子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装神弄鬼，这鬼画符算什么？乘照数算加上复利公式，这是古代算学极难的多重连环差变，但对我来说不过是几10个呼吸的事。第一局，大钱贴补南楚白银12456320两又4钱。32475612，这帮南楚文人是来灭国的。第3题算死局，长约最后一条规定，大钱需拿出火锅收益30%存入南楚做抵押发行新债，按照回报率，10年后能还给大钱多少？不用算，这题的答案是1文钱都还不出来，因为你们南楚国库早就空了。休得胡言乱语！来京城买代理权的南楚商人数不胜数，张不凡查了他们手里的官方银票，南楚连续5年大兴土木，花费数千万两，楚皇好大喜功，国库空虚。你想出一招发售高息国债，吸纳民间资本，用新钱还旧账的利息，现在窟窿越来越大，南楚国内快顶不住挤兑风暴。你这次来根本不是通商，你是想把南楚印刷的废纸银票跟大钱的实物白银绑定，让大钱替南楚还债。你是想把南楚印刷的废纸银票跟大钱的实物白银绑定，让大钱替南楚还债。别杀，杀人不解决问题。条约可以签，主客调换。大钱成立一个对冲基金，拿3000万两现银在南楚开设大钱皇家钱庄，选吧。签了，你们苟延残喘几年；不签，南楚下个月农民起义。今天这场大胜不费一兵一卒，比打下10座城池还赚。累不累？快喝点。过目不忘的本事，任何碎片信息都能拼凑出全貌。殿下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。草药？南楚这大半年来，虽然经济崩盘，但在国内发疯一样抢购一种物资，不是粮食，不是盐铁，不止南楚。我刚刚核对京畿药铺流水，过去10天，有不明身份商帮化整为零，把治风寒退热的药材买空了。不仅如此，城郊破庙里凭空多出几千流民。大钱刚填满国库，但天下最大的劫难往往不是真刀真枪，这是针对大钱国本的大规模投毒，已经悄然逼近京城城门。钱买不到命的死局，国库再满，救得了天下的命吗？退后，违令者杀！皇上，
臣弹劾。红斑热毒，古籍有载，此疫传人极快，重者先发高热，后起红泡，7日内腹脏熬干而死。陛下，需立刻封锁宫门，全城宵禁。治这病需要什么药？回太女，需用大剂量连敲防风板蓝根，配以生石膏煎服，退射发汗。没药了。过去10列，京城1市3家大药行库房里的连翘和板蓝根被不明身份的商号全部提空，连带周边4个州府的药田尚未长成的防风全被连根拔走，甚至市面上的生石灰也被这群人包了窑，买得干干净净。朕刚让小太监去黑市问了，以前林桥敢要朕1两金子，让钱抓到朕头上来了。龙祥卫听令，全城搜捕囤药商号，找到药材就地斩杀，药草成功。别去，药被藏起来了，杀几个跑腿的伙计拿不到真货。张不凡，他们既然买了生石灰，说明他们知道这病怕什么。没有连桥就用土方子，大钱别的不多，调料管够。去库房，把皇家火锅店备用的10万斤大蒜全搬出来，剥皮捣碎兑烈酒。太女殿下，大蒜和烈酒是发物，令人吃了火上浇油啊！谁让你给他们喝了？发通告，全城用大蒜汁和烈酒喷洒街道、门窗、水井。太医院熬煮浓盐水，分发百姓洗手漱口。皇宫偏殿腾出来当隔离营，轻症重症分开关。雇佣城中闲散乞丐和游侠，每日背大蒜水喷街，1天30文工钱，包2顿杂粮面馒头，提供发热流民线索者，奖50文。花国库的钱雇要饭的干活，这赔本买卖。王爷爷，把人稳住才好挣大钱，病死一半人，大钱的税少者找鬼去呀！草民钱生财代表江南12商皇求见太女殿下。听闻京城药石短缺，草民愿捐出100万斤防风连翘，解大钱危局。捐药，条件呢？捐药，条件呢？草民不要钱，只求太女殿下将西山铁矿的永久开采权赏给草民等12家商后，连同通州大运河10年的漕运免税折子。趁火打劫的畜生，你们把药买空了，现在来装好人，不得好死的东西！买卖讲究你情我愿，殿下不换，这些药草捂在车里，也就是烂掉的草根。城外几10万流民熬不过7天，殿下舍得用人命填坑，草民无话可说。张不凡，算账。江南12商行本月从南楚通宝钱庄接见现银3000万两，拿着这些借来的钱，在大钱扫空药材，每天光是人吃马嚼、仓储看虎的开销就是5万两白银，对不对？账房先生好眼力，那又如何？这点开销我们顶得住，顶不住。你们抵押给通宝钱庄的是江南6个州府的地契，借期1个月，9出13回的利息，眼下期限已过大半。大钱如果不买这些药，你们手里的现金流下个月底就会断。不仅如此，本宝宝1文钱都不打算花。娘，咱们家大钱律法关于囤积居奇那条怎么写的来着？凡遇天灾人祸，商贾囤积粮草药材，抬高市价3成以上者，按抄没全部家产，涉事货物就地充公。太女殿下，拿律法压我！我们12商行做生意规规矩矩，药材是从江南采办运来，并未在京城强买强卖。你们哪有证据说我们抬价？大钱皇家战令，自今日起，大钱建立全民医保统筹局，防风、连翘等36味药材列入国家统售物资，任何人不得私自买卖。医保局规定，连翘统购价10文钱1斤。你定这个价，谁卖给你？你不卖没关系。大钱海关从即刻起封闭，所有药材不得运出京城。存放药材的仓库每日征收特种消防防疫税，每担药材收税100两，交不起税拿药材抵扣。太女，你这是断绝商路，暴政！来人，查封。龙连卫，拿下！太好了！这位掌柜要买特制防疫口罩吗？防层绝佳，看你快破产了，便宜点，10两银子一个。不买的话，隔离大牢里的空气可不太好闻。你们赢了药草又怎样？红斑肚毒的根本不是人传人，而是水，早被我们投进了烂熟死猫。你们的百姓天天喝带毒的水，药再多洗得净满城的毒水吗？太女殿下，钱生财的话是真的。衙役去查了南城的3口老井，打上来的水面上飘着白沫，井底捞出来装满死鼠的麻袋。啊，这比断粮更可怕。人可以3天不吃饭，绝不能1天不喝水。京城100万人口，每日耗水量极大。大钱的供水系统全是天然地下井，水脉相连，投毒不仅污染了1口井，毒素会顺着地下水网扩散。不是局部问题，是全城系统性崩溃。全城停水！既然他们玩阴的，咱们就搞一场水污大改造，把城内囤住木炭的商会全召集起来，
再征调2000名泥瓦匠，去城南的大空场建3个超大蓄水池。池子分为3层，第1层铺最细的黄沙，第2层铺捣碎的木炭块，第3层铺小石子。在池铺上1层厚厚的黄沙，再铺1层木炭，最后是1层小石子。在底层出水口蒙上细羊毛织的过滤网。3层过滤，这是最基础的粗滤模型。他怎么懂这个？把染毒的井水全抽上来，灌进池子里过滤。过滤完的水不准直接喝。在各个坊市设立官方供水站，架上100口大铁锅，日夜不停烧开水，水不开不给打。井里泡过死耗子，过滤出来的水谁敢喝？就是，我宁可花10倍高价去黑市买外地拉来的高价水，也不去喝那免费的脏水。皇家特供龙井热茶，1文钱1壶，喝了强身健体，包治百病。免费不行，就得来点经济刺激。张不凡，下旨，京城全面发行限水牌。大前商务局新规，所有黑市卖水商贩必须缴纳高额的水资源专卖税，外地运来的水进城每桶抽税500文。同时，供水站推出新服务，不单独卖水，只卖大前官方认证开水壶，花50文买一个印着皇家印证的大陶壶，拿着壶每天可以在供水站免费打2壶开水，壶里自带1小包生姜红糖，不仅能消毒，还能发汗驱寒。黑市水价飙升，普通百姓彻底买不起。50文买壶送姜糖，还送每天2壶开水，这是用经济手段逼百姓接受过滤水，好狠的招！反正也买不起黑市水了，50文买个壶，还能打2壶开水，亏不到哪儿去。哎，没事儿，一点事儿没有，还怪好喝嘞。这大前太女是妖孽转世不成？木炭和沙子就能把毒解了？我们南楚自己都被这病毁了，本以为拉大钱一起陪葬，结果他们连毒水都能过滤干净。老大，咱们怎么办？上头的命令是把水搞死，现在他们家家户户喝开水，继续投毒，去水站的水源地，趁夜里守卫打盹儿，把这些剧毒砒霜全撒进最底层的净水池里。抓了。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要来这里？本宝宝不知道你们今晚来，但我知道你们一定会露马脚。官方水站发放的水牌是实名制的，都要登记住址。全城只有城东32坊的7户人家买了壶，却连着3天没来打水。你们怕官兵查，不怕被赶出门，但是人不喝水活不过7天。你们熬到第4天，偷偷买通黑市送水工给你们送水，这一笔不寻常的开支全记在城管的账上。说吧，这瘟疫的源头在哪？你们南楚连解药都没有，敢这么传播，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？完了，你们以为我们是在算计大钱？南楚自己早被这病给毁了。半个月前，南楚大营接纳了一批从极北之地逃难过来的蛮族，这病是他们身上带的。南至国库空虚，没钱防疫。皇帝病重，江南10室9空，我们是弃子，被派来拉你们大钱一起陪葬的。南楚使臣之前签那份互市条约，根本是在转移国内崩溃的矛盾。我们南楚皇帝3天前已经秘密离开国都，他带着最后2万精锐，假扮难民混进了大前边境，目标是太极殿里的皇帝宝座，抢下大前的国库和这套防疫班子，他要自己来当大前的主子。北境危急，南楚皇帝亲征，不是为了打仗，是为了保命逃命，来鸠占鹊巢，好得很。想赖在大前不走是吧？张不凡，准备办暂住证，这回本宝宝要收一笔跨国安置费。陛下，边关急报，2万装备精良的南楚军队并未打出旗号，全员伪装成逃难的流民商队，一路避开大前主力，直插京畿重地。这是要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，这招极狠。2万沾染红斑剧毒的死士，只要咱们敢用大军围剿，病毒会在军中大面积爆发。不围剿，他们就是一把插进京城心脏的尖刀。打仗我没怕过，但用弓箭屠杀2万名带病的敌军，满地尸骸造成的2次瘟疫污染，大前
承担不起。陛下，南楚那暴君是不要命了，把兵员至咱们京城带，必须立刻封闭九门，调10万禁军在城外布防，强行将其射杀于30内外。孙女，这买卖没法做，那些人连命都不要了，咱们大钱这点家底扛不住造。这回我是真想跑路了。皇爷爷，逃跑是要收50%离境税的。方锋连敲的药汤备足了，城外过滤水塔也运作正常。咱们大钱现在是全天下最安全的地方，这可是一大片风水宝地，怎么能用打仗这种费钱的手段解决问题？账房，核算一下，2万人马驻扎城外3个月，吃穿用度、医药费、僧葬费需要多少白银？太女殿下，那是南楚皇军，他们手里拿着刀枪，是来杀人的，不是来筑客栈的呀！放下刀枪，就是客人。陛下，前方再无大晋守军，一路畅通无阻，半日即可兵临京城下。我这招置之死地而后生，逼得大钱不敢接战。只要进了京城，占据皇宫，大钱的太医和存粮全归我所有。怎么回事？来者何人？装神弄鬼！大钱海关边检，入境请排队，携带刀剑者禁止入内。楚皇帝，你费尽心机跑来大钱，不就是为了治病活命吗？这病大钱能治，我们有全套隔离病房和特效蒜香药汤，只要你配合，包治包好。朕凭什么信你？大钱太女诡计多端，怕不是在这汤里下了毒？看到没？疗效显著，我们大钱讲究和气生财。不过进城治病得办手续，大钱皇家临时暂住证。普通士兵暂住证，办理费10两银子1人，包1日3餐热姜汤。南楚皇帝 VIP 暂住证2000万两白银，包含独栋隔离小院、太医12时辰看护，以及南楚2万军队不被大钱围剿的维和费。朕若是不交呢？不交就不交呗。张不凡，给楚皇算算他还能活几天？南楚军队已感染90%，无药无干净水源，不交费5日内全军覆没。朕2万大军冲杀过去，你们挡得住？你可以试试，你可以试试。爹，别吓坏大客户，你冲破我们这关没用。京城的大门早用铁枝浇死了，你们进了大钱腹地，周边所有水井我们全填了死土。你们抢不到1粒粮，喝不到1滴水，你那2万病号有几分力气攻城？好狠的算计，朕交。可朕的国库已经空了，这1000万两白银朕拿不出来。没钱好办，南楚江南12州的盐雨专卖权，以及2座最大的铜矿，全权转让给大钱商务局，按时折算2000万两，签了字，南楚将士就地喝汤。朕签。开工！殿下，本季度收入白银7400万两，大钱国库充盈，各州府农业大丰收，水利工程全线贯通，咱们已经成为这片大陆上最富有的国度。7400万两！哥，眼光放长远点儿，国库满了算什么？我要让全天下的金银全变成大钱印的宝钞。走，把算盘擦亮，今天咱们研究一下大陆钱庄同业接惯的章程。换现银，这破纸我不认。核对无误，准对。大钱宝钞推行满月，头20多里风平浪静。昨日市面上无端传出流言，称朝廷国库空虚，这纸币将沦为废纸。流言发酵极快，一夜间就让信了钱庄使不力的几队，定有人捣鬼。您老人家来凑什么热闹？朕不放心，满大街都在传这钱要作废，这可是朕卖了保定府废矿换来的私房钱，好几万两呢。换成金疙瘩埋在床底下最踏实。账房，赶紧给朕兑了。皇家带头挤兑自家钱庄，这规矩要是立下，大钱不用外敌来打，自己就散家。皇爷爷，你这几万两算小钱，外头真正要掏空大钱底子的大鱼，正等着咱们方寸大乱。大鱼？西叶国第一皇商金万两。西叶国地处大陆西陲，盛产金银矿石，历来以真金白银作为贸易结算唯一凭证。大钱发行宝钞，等于在争夺大陆商贸的定价权。金万两此番带资数场，就是来砸盘的。过去3天，京城黑市出现大量游资，高价收购百姓手里的实物白银，
西叶国商会用2成的溢价收银子，再把手里的货物低价抛售换成大钱宝钞。现在他们手里握着千万两面值的宝钞，全雇了市井闲汉来排队提现。他有钱，咱们就敞开兑，看看有几分加点。兑完就中计了。市面上没了宝钞，这货币体系直接腰转，金银沉淀在他手里，他反手就能把控大钱物价。殿下想必已有对策，等着瞧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大钱第1届天猫不对，天龙购物狂欢节正式开幕，大钱公布最新秘制琉璃大镜，照得连你脸上几颗麻子都清清楚楚，原价3000两白银。今日狂欢节骨折价只要1000两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次购物节不收任何金银、真金、白银，唯一指定交易货币大钱宝钞，拿银子来买，本宫概不接待。海外引进的高产棉花种，工部锻造修铁如来的玄铁菜刀，皇家火锅特供底料秘方10年代言权，样样都是市面上见不到的暴利奇货，全部只认宝钞。给我来10面琉璃镜，我有1万两宝钞。闪开！火锅底料咱就全我要了，宝钞全在这里。琉璃镜买回去倒手卖给南楚残党，利润翻几番。宝钞贬值算什么？这些货物才是真金白银。为了抢购物资，那些拿着白银的商贾马上会反过来求着要把白银兑换成宝钞。换宝钞！快给我换宝钞！我要去买琉璃镜。好一个移花接木的妖妇！去调动我们在西山铁矿暗桩。大钱玩虚的，咱们就断了他的实体命脉。是。太女殿下，西山出事了，2万矿工暴动，砸了冶炼炉。他们拒收宝钞发工钱，要朝廷拿足赤真金去填账，否则把整座铁矿炸塌。什么？大钱命脉被捏住了7寸，没有铁，那些玄铁菜刀农具全成空弹，购物节的货物将彻底断供。金万两这一刀直刺大钱心脏。好一个金万两！上面拿废纸糊弄咱们，这宝钞连个馒头都买不到，发真金白银少1两。今天这矿谁也别想开。这宝钞确实买不到东西了，可闹成这样是要杀头的呀！怕什么？这么多人一起闹，皇帝老儿能把咱们都杀了？是皇上。皇帝老儿也得讲理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敢动手，我们大不了一把火点碎矿井，大家同归于尽。朕讲理，所以朕把算账的带来了。这是搞什么名堂？你们吵着要真金白银是吧？我听说有人在私下用现银买你们的宝钞，来，拿出来给本宝宝长长眼。这是昨晚西叶国的商人按黑市价换给我的。你们看，这叫灌铅银，外层裹了一层银皮，里面全是不值钱的铅。这种灌铅银药铺不收，米铺不要，那些人是把你们当傻子骗。黑的，真的是铅，我的也是铅，这是我一家的口粮钱啊！西叶国通宝钱庄，是你们拿假银子骗我们闹事！假银子骗我们闹事！行了，假钱的事儿扯平了，咱们谈谈正事。大钱宝钞你们不敢要，怕买不到东西，所以本宝宝今天给这宝钞加个新用处——大钱房屋建设公积金计划。太女殿下，这公积金是啥？公积金嘛，你可以理解为一把钥匙。从今天起，矿山每发100两工钱，朝廷自动在你们的公积金账户里存20两配额。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？这钱能取出来吗？真的假的？存满3年，凭这个账户，你们可以在京郊的大钱皇家御园新村贷款拿下一套带2亩菜地的2进砖瓦房，而且可以脱离降级，落户京城。殿下，此话当真？皇家背书，白纸黑字。不过参与罢工闹事者，取消购房资格。
我没闹事，我没闹事，我这就去登记。今晚通宵，把今天的产量补回来。本宝宝出马，轻松搞定。殿下，西野国安插的细作已全部拿下。西山铁矿这边靠公积金计划解决了，京城那边怕是有人要掀桌子了。好个小丫头片子，凭空画饼就能骗得矿工卖命！我那1000万两宝钞不仅没砸坏大钱的经济，反而宝钞汇率还在涨。大掌柜，咱们成了抬轿子的人。闭嘴！大掌柜，我知道你不爱听，但是咱们带出来的现银已经见底了。国主昨日也发来密信，催促我们把岁贡运回去。再这么耗下去，咱们商会的资金链要断了。既然来暗的不行，那就来明的。大钱自诩皇家钱庄信誉第一，去，把北荒8国在京城的钱庄大掌柜全请来。大掌柜，您这是要……大钱不是说宝钞兑换自由吗？我要联合8大钱庄，在同一天把我们所有的宝钞汇票一起申请提现。这是跨国金融绞杀！我看他大钱国库能不能一口气吐出2000万两的现银。交不出的话，我让他大钱皇家威刑扫地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大钱皇家钱庄就这副作态，我等今日前来兑换宝钞，居然没人接待。楼兰商会提现白银800万两，大万商行提现白银400万两，我岳氏联合钱庄提现白银300万两，我等共计2100万两，能否提现啊？账目核对无误，当然可以提现。既然无误，那就立刻开库提银。若提不出这块大钱皇家钱庄的御赐金匾，老朽今日就替你摘了。一大早吵什么吵？要钱是吧？给他们。 2000万两现银，这点车根本装不下。大钱在虚张声势。这是何物？你们敢用这等破烂顶账？这叫大钱特级香氛肥皂，不仅能去油除污，还能持久留香。一块皂在我们大钱卖1两银子，到了你们西叶国，就是王公贵族抢破头的高级货，卖10两不过分吧？还有这些，这是马车并振弹簧，这是手摇榨油机，这是陶罐火锅高汤，这些全是改变生活方式的好东西。你少拿这些奇巧依据糊弄人！这些全是改变生活方式的好东西。 你少拿这些奇巧依据糊弄人，我们来要的是真金白银。契约上写着以等值一般等价物结算，但是大钱今日凌晨颁布了最新钱法，大钱宝钞与白银脱钩，进入商品本位制。你们的汇票现在兑换不了白银，只能兑换这些工业品，而且只能拉回你们本国去卖。不过这批货出关得交大钱海关的出口税，税率不高，30%。 但是关税只收大钱宝钞。我要这批货，快给我办提货单，先到先得，别抢我的肥皂！大钱太女，你欺人太甚！你以为你用货物顶账就赢了？西燕国主30万铁骑陈兵玉门关外，国库空虚，他必然发兵抢夺。大钱等着战火连天吧！殿下，西燕国骑兵强悍，逼急了，确实有边关之患。 30万人确实不少，要我去打跑他们吗？打跑了谁干活呀？老头子前几天还抱怨西山铁矿到京城的路太烂呢。这帮人既然穷的只剩一把子力气，那就让他们拿力气抵债。张不凡，拟一份大钱高速官道跨国劳作契书，去西叶国问问他们，包吃包住修官道，干不干？西叶的勇士们！ 城破之日，大钱的粮仓任由你们拿去。大钱道路司承租，高速官道修建工，包吃包住，每日供应白面馒头4个，荤香大锅菜2顿，月薪结付大钱宝钞3两，做满3年赠送大钱边城1进小院房契。外面的兄弟听好了，打仗是人是要没的，人没了，婆娘改嫁，孩子跟别人姓。 来大钱修路，管保不说，干得好，年底还发年货。本
咱们出来的打仗也是为了有口饭吃，那边管饱。你敢叛国！殿下，10万精壮劳力全部登记造册，明日打散编入4个修路大营。从玉门关到京城的直道，工期可以缩短整整2年。一天吃掉几万斤粮食，这也叫会过日子？人力投资，西叶国剩下的20万人已经退兵30里，他们不敢打又舍不得走，不用急，明天把伙食标准降低一点，改吃杂面饼，省下的钱拿来在沿途建路边客栈。大前欺人太甚，诱拐我西叶10万兵卒。今日若不交出人力资源流失补偿金，我西叶就算玉碎，也要与大前拼个鱼死网破。10万人，这些人都是我西叶国编户齐民的资产。大前未得官府文书，私下雇佣，实乃偷盗之举。按荒原7国商贸通用律例，每人需支付补偿金500两，10万人，总计5000万两白银。5000万两，你干脆去抢国库得了。5000万两不多，我们大前讲规矩，既然算劳务太便，那咱们就把账算明白。大前交通局聘用贵国劳力，月薪3两。按大前最新劳务法律规定，跨国劳力需缴纳安家费以及道路损耗押金，每人每月大前要在这些杂项上倒贴2两银子。你们不仅不该收补偿金，反而应该支付大前代为管理闲散人员服务。荒谬！世上哪有主人给买家倒找钱的道理？你们不给现银，我这就传信回国，联合其余7国查封大前在北荒的所有钱庄分号。老头儿，你底气很足啊，但你敢联合那7个国家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本宝宝昨天查了大前皇家钱庄的海外接借账目。有趣的是，西叶国这大半年来为了凑足买粮食的钱，向大宛、月兹等7个邻国借500万两，7国可是把真金白银借给你们的。如今你们国内闹饥荒，兵荒变了，你们拿什么还这笔钱？大前推出全新民生头绪品类，西北疆土通路营建凭据。我方将10万西叶籍义工往后10年的劳作价值统一整合，核算为总值2000万两的流通凭票。然后呢？而后大前会去告知7国，西燕国力濒临枯竭，往日债款已然难以兑付。但若是各国申购大前营建凭票，这10万工人的修路盈利，大前每年分给你们3分利。你们这是空手套白粮，用我西燕的人换大钱的钱。商日运作合法合规，看在您千里迢迢跑一趟的份上，这笔交易达成，我大前私人赠送您5万两宝钞做盘缠，签了放弃追索同意书，拿钱走人。大前太女算无一策，老夫领教了。大半夜的，连门都不敲，懂不懂礼貌？雇凶杀人是门生意，阿史娜那老头出多少钱买本宝宝的命？不说也没关系，咱们大前查账是一绝。西叶使团昨日通过地下钱庄兑换了10万两现银，其中8万两去向不明。按黑市最高级别杀手的行规，这就是你们的卖命钱。8万两，3个人分，1个人才不到3万，这价格太寒碜了。张不凡，把这3个人扔出城去，把这张告示贴在玉门关内外所有的布告栏和地下黑市。50万两，还送房送免单卡。大钱财大气粗，信誉又好，谁还去替穷的叮当响的西叶国卖命？
你们干什么？造反吗？王爷得罪了，大钱给的实在太多了，兄弟们家里都揭不开锅，拿您去换50万两，足够整个部族吃穿10年。您既然是大国柱，就再为国牺牲一次吧。走。西叶国的这波威胁，彻底成了大钱开通外贸前的一个小插曲，不仅消弭了战火，还白赚了批高级劳碌。报，殿下，出事了！慌什么？西叶国又打过来了？不是人，虫子，满山遍野的虫子，往玉门关和保定府的方向，外头种下的小麦苗全被啃秃了。肉质饱满，蛋白质丰富，而且全是纯天然无污染散养。张不凡，传令御膳房加油锅，大钱最新款高蛋白零食品牌油炸飞将军准备铺货。账房，快算算，把城墙外的野草和半拉子麦苗全点火烧了，能挡住这帮东西不？用火攻防虫，玉门关周边每日需消耗火油6000斤，木柴3万束，绝收良田面积合计45万亩，每日防虫开支加硕物绝收折损，合计230万两白银。大钱新修的水利工程和基建款刚拨付下去，国库拨不出这笔钱，烧荒防不住，反而会加速虫群进城。这买卖没法做，天灾一来，连要饭的破碗都得被啃干净。太女殿下急旨，大钱临时政令，大钱农业司全面收购活体飞蝗，收购价每10斤飞蝗兑换大钱元宝1两，上不封顶，一手交虫，一手交钱。没网兜的用衣服，衣服破的直接张着嘴跑，抓一把往破麻袋里塞。一天过去，玉门关外的重云硬生生被这帮牢兵抓出了个缺口。大钱皇家食品加工厂第一批招牌零食油炸飞将军正式上线。虫灾现世，乃是上天降罚，臣请开国库赈济玉门关灾民，请下罪己诏，以安天心。请下罪己诏，以安天心。赈什么灾？大钱正缺这批免费高蛋白呢。味
尚可稍闲。张不凡，给各位大人分发样品。大钱商队的效率极其惊人，3日内，几十支插着皇家旗号的商队从玉门关出发，直奔北荒7国。炸蝗虫引爆了北荒黑市，1包换1张上等羊皮，2包换1块足赤碎金。短短半月，原本威胁大钱边关的特大虫灾，变成了大钱第1大出口创一产业。玉门关外的蝗虫不仅没啃坏大钱的麦苗，反而被抓到了濒临绝迹的地步。张大人，出事了！大运河堵了，江南水陆沿线的12家大米商联合封锁了漕运，他们借口蝗灾减产，停止向京城供米。东市和西市的米价一上午翻了3倍。段米路，他们这是想跟本宝宝玩金融杠杆。开市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期权沙盘。并非草民刻意断供，江南12世家也有苦衷。北方蝗灾传闻四起，江南粮农恐慌惜售，若要恢复漕运，请朝廷免除江南30年农税，外加开放3省盐铁专营权，由我们商会统购统销，方能稳定粮价。哦，免税30年，外加盐铁专营，这等于把大钱的经济命脉双手奉上。陛下若动武，这天下的商贾便知朝廷强取豪夺，明日连1粒米都进不了京城。爹，杀猪不用棍子，用刀太慢，咱们用钝刀子割肉。殿下，他们在打信息差的时间战，12世家联合囤粮，每天的仓储成本和防潮折扫高达5万两。他们断供撑不过2个月，他们赌的是我们京城的存粮撑不过10天。10天足够建个厂子了。各位商贾听好，朝廷坐庄，卖远期米切，现在的市价是1尸米10两银子，你们只需交2银子的押金，就能买下1尸米的未来契约。3个月后，无论米价涨到20两还是30两，朝廷都按10两原价给你们交割实物。若是朝廷拿不出米，10倍赔偿押金。如今江南大米全在12世家手里，京城根本无处买米。3个月后，米价绝对飞涨。朝廷这种玩法，无异于自寻死路。来，用所有的现银和宝钞买进看涨晦气，把京城市面上所有的晦气全扫空。3个月后，我们要大钱国库底裤都赔穿。给朕开个户，朕要买爹，把这3000两私房钱全买进。这帮江南土包子斗不过小唐，又被抽走一半，这皇后比孙女还狠。交割吉时已到，朝廷拿米来，拿不出米，按约10倍赔付我们6000万两白银。谁告诉你晦气交割一定要用大米？大钱农产品法律欲不可抗力，朝廷有权提供等热量、等营养价值的农副产品进行实物交割。这一车土豆和红薯足够顶你10车大米的热量。完了，这些廉价的替代品彻底冲击了京城的粮价。这些烂菜叶子谁要？市场决定价值，大从食品供应充足，大米暴跌。你们手里的晦气价值连押金都不够抵抽。别急别急，下一期晦气马上开卖。朕赚了，朕赚了，3000两变6000两，不错。这一局你赢了。那当然，爹，分红别忘了。殿下，我们有麻烦了。
总账平了，账面结回7000万两，但刚才去核对金库实物，库里是空的，5000万两现银实物，在过去3个月内被人用合规的虚假物流调拨单，分批运出了国库。内鬼拿走了真金白银，留给我们一个做平了的空账。